主人，主人，你终于放我出来了。小白，你先别激动，小心身后的血月魔蛛皇。我这次让你出来，是想让你和我一起对付这头血月魔蛛皇，目的是好好的稳固一下修为，希望直接晋级。这不是叶二小姐叶姬的飞天白马吗？怎么会在叶大小姐这里？楚君义震惊地看着飞天白马，像是想到了什么，又连忙摇头纠正。不对，如今的叶二小姐已经不是叶家的叶二小姐了，她现在是仙云宗的宗主孙女仙姬。管她是什么野鸡还是仙姬啊，总归是个心狠毒辣的白眼鸡。楚君义听闻，眼角狠狠的一抽，这传闻中的圣子殿下不是高冷不可一世吗？这才一天相处下来，就暴露了他逗逼的本性。水滴合并雷电连击，锋刃技能附带火与剑。叶云兰利用水系合并雷电，使雷电攻击的杀伤力增强数百倍，再用火元素灵力凝聚出火与剑，利用风系元素带动火系攻击，使它在速度上快数倍。他竟然学得如此之快，不错不错。殷霄看到他使出的攻击，薄唇微微上扬，较有兴趣的笑着。但光凭他这点小伎俩，还杀不死这头血月魔蛛皇。叶晨斜眼看去，正好看到他那抹有趣的笑容，心里震惊万分。怎么回事啊？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孩子该有的表情啊！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主人小心！飞天白马看到血月魔蛛皇挣脱攻击后，又愤怒地朝着叶云兰攻击而去，立马飞身过去帮忙。旋风术！殷霄看着楚君义手中的兽核，眨了眨深邃的眼眸，清冷道：“这兽核，你现在赶紧吸收炼化，趁为师在这里还可以护你安全，不受外界打扰。吸收完以后自己出去历练，为师在爷爷老师布置的任务上许你翻倍完成。”翻倍？你有意见？没意见。楚君义哪敢有意见，瑟瑟发抖的咽了口唾沫后，赶紧双腿盘膝，炼化手中兽核。爹爹，你要是担心娘亲，就去帮他嘛。爹爹是有点担心你娘亲，不过你娘亲若是想要变得更强大，就必须自己应付。我们能帮他一时，却不能帮他一世。想要成为顶尖强者，那就必须自己一步一个斜脚印的爬上去。如果他连这个都做不到，又谈何说变成强者？而你娘亲自己也不想我们去帮忙，懂吗，蛋蛋？哦，我好像懂了，又好像没懂。哼哼，没事，等蛋蛋成长起来后，你就自然而然的懂了。主人，要不要我帮忙？小田，你之前不是说身体里有慢性毒药吗？那你觉得这只魔蛛皇的毒液怎么样？有没有可能与你的毒液相克？嘿，主人，你也太小看我的毒素了吧！我可是灵蝶之王，这只血月魔蛛皇的毒素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当然，如果是中州那只血月魔蛛皇里的王，以我目前的实力，肯定是灵蛋了。中州？小蝶，你不会是为了躲避血月魔蛛皇王，所以才会一路跟随我到夏东州来的吧？嘿，主人，你猜到了。小蝴蝶尬笑两声，随后又震怒。主人，你是不知道中州那血月魔蛛皇王有多无耻，我才刚破茧成蝶，他就想吃了我。幸好我当时被无数灵蝶一族拼死保命，不然早就被他给炼化了。可怜我族人死了那么多，待我变强大起来后，一定要给死去的灵蝶兄弟姐妹们报仇雪恨。你是在我契约圆圆快走出森林的时候就跟上我们了吧？叶云兰想起那天发生的事情，也不知道那天被他救过的小男孩现在怎样了。等等，他那天救过的小男孩？叶云兰下意识地把目光投向殷霄，这没想起来时还不觉得，想起来后，他怎么越看笑笑就越和那天的小男孩长得像呢？尤其笑笑闭上眼睛睡觉的模样，简直和那个孩子一模一样。此时，殷霄的面容在叶云兰脑海中无限与2个月前救的那个小男孩重叠，
叶云兰不知什么原因，但现在不是分心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殷霄的错觉，刚才叶云兰的小女人似乎看了一眼自己，但很快就像是没事儿一样，继续与血月魔蛛皇战斗。小蝶，帮我把肩膀上的毒素吸收了，再这么麻痹下去，我这右臂不一会儿就会完全失去知觉了。好的，主人，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小蝴蝶高兴地从他发鬓上飞下来，随即站在他的右肩胛伤口处，疯狂吸收伤口里面的毒液，最后再转化成自己的毒液。我们眼花吧，叶于兰发鬓上那只蝴蝶动了，不仅动了，好像在为他吸毒。师傅，你在笑什么？鬼笑什么？还要处在这里多久？为师给你布置的任务，若是历练结束之后不能完成，我就没你这个徒弟。若是你完成任务后，那今后你就是本少主的关门弟子。是，师傅。楚君一听，哪里还敢问他笑什么，拍拍屁股跑得比驴子还快。龙魂噬杀！他与叶晨的视线彻底消失在这里后，随着叶云兰一道凌厉气势的嗓音落下，龙神剑里竟然窜出来一条龙魂。只是刹那间，血月魔蛛皇便被龙魂绞杀了。金色的龙，这龙神剑竟然有龙魂，还是金龙魂。最让他震惊的是龙神剑里的金龙魂，那条龙出来后，一种古老的熟悉感莫名的让他心底一颤，这是他从小到大从未有过的熟悉感。叶云兰手起刀落，将血月魔蛛皇的兽核取了，笑着来到殷霄身边，见他走神的模样，伸手在他眼前晃了晃。小小，你想什么呢？没什么。咦，叶晨和三皇子两人呢？他们去哪儿了？他们历练去了。殷霄清冷的回答，视线却一直盯着他手中的龙神剑。小小，你看着他做什么？殷霄伸手从他手中拿过龙神剑，看着他锋利的刀锋如一面洁净无瑕的镜子，不由得挑了挑眉梢。姐姐，这把龙神剑我们看它都锋利无比，但是刚才你拿出来的时候，在叶晨眼里它却和我们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一样，是把锈迹斑斑的破剑。我猜想这应该是龙神剑的意识在保护你。你说我手中的龙神剑在叶晨眼里是我们初见他时候的模样？这怎么可能啊？叶云兰震惊地看着手中的龙神剑，随即诧异地问：小小，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你忘了刚才他把自己的剑给你，结果被你一脚给踢回来了？他以为你手中的剑是把破剑，无法斩杀血月魔蛛皇，所以就把自己的碧空剑给你。哦，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刚才他会突然朝我扔上来一把剑。叶云兰一副原来如此的模样，之前因为和血月魔蛛皇打斗的太过认真，他都没有注意到叶晨说了什么，笑着呢喃：那臭小子还挺孝顺的嘛，知道担心老祖宗了。你说什么？什么老祖宗？啊？什么老祖宗？我没说老祖宗啊。那啥，我的意思是，那小子看起来高傲不可一世的，没想到还是个挺仗义的小伙子，哈哈。主人，我吸收的毒素太多了，而且隐约有荆棘的征兆。我先进入冥想中，等吸收完毒素后，我再联系你。好，没问题。主人，我来了。飞天白马兴奋地飞到他身边，变成软萌可爱的小马驹，被叶云兰抱在怀里，使劲儿地蹭着他的衣衫。主人，我是不是很厉害？快夸我，快夸我！殷霄不知为何看到他跳到叶云兰怀里，想到他是个雄性，就觉得特别的刺眼，于是上前一步，他伸手将白马从叶云兰的怀里拽出来，将其丢在地上，严肃道：你一个雄性生物，得离你主人远点，知道不？男女授受不亲，就算让主人夸你，你也要保持距离，懂不懂？哎呀，我是雄性怎么了？我只不过是被主人抱一下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哎，等等，你怎么知道我让主人夸我？难道你也能听懂兽语？笑笑，你听得懂兽语？对，有什么问题吗？
反正让小女人知道这点秘密也没什么，她自己也会受语。而她还故意的问了句：“怎么了，姐姐？难道你也会授语？”笑笑，你会授语这件事儿，除了你爹和娘亲，不能再让其他人知晓了，知道吗？知道了。主人，抱抱。易云兰刚想弯腰去把她抱起来，结果殷霄又将她提了起来，微眯着眼睛警告：“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男女有别，虽然你是灵兽，但也是一头雄性灵兽，所以不要动不动就要抱抱，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小白，你还是回精神石海和小狐狸一起修炼吧，顺便把这个东西拿进去吧。易云兰将血月魔蛛皇的神魂压缩成一颗白色像夜明珠一样的东西，让飞天白马给拿着，随即收进精神石海。殷霄瞅着他手中的魔蛛皇的神魂抿了抿唇，终究没有问他原因。无心收到飞天白马拿回来的神魂珠时，放在手里，笑得一脸邪魅妖娆，纤长的手指轻轻一捏，血月魔蛛皇的神魂顷刻间化为烟雾，被他全部吸收了。美味，真是美味。小徒弟，多帮为师我找一些这种魔兽的神魂，修为越高的越好。放心，师尊，我会帮你找到。前提是不管是魔兽也好，灵兽也好，我不会滥杀无辜，除非他们主动来招惹我，或者他们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我才会出手杀了他们。知道了，为师又没有让你滥杀无辜。小小，我们继续前行，争取早点完成任务。姐姐，我们分开行动历练吧，这样在一起只会产生依赖感。你说的对，我觉得你在我身边，我会有种莫名的依赖感。但小小，你注意安全啊，一旦有危险就捏碎生命牌，知道吗？易云兰听闻，很是赞同他的话，也没多想什么，叮嘱一声后便放心的走了。笑笑现在的修为比他高多了，一般人根本奈何不了他，所以他一个人历练，他现在也不会担心。易云兰刚走，殷霄放在双腿两侧的手就开始食指指尖发白，冒出丝丝的寒气冰雾，嘴唇也跟着逐渐颤抖起来。怎么回事？离寒毒发作的时日明明还有2天，为什么这次会提前？难道是因为之前强行冲破诅咒受到了反噬？可千年来他身上的寒毒从未提前发作，如果是强行冲破诅咒的反噬，那他也只有认了。爹爹，你怎么了？为什么手这么冰？我也好冷。小臭蛋，你去爹爹的龙之戒里面待会儿。殷霄发现蛋蛋都快被他冻成冰块了，连忙将他收进储物戒指里。龙之戒虽然比不上叶云兰的随身空间，但它也可以装活物。如果在外面把它放在这里没人照顾，他不放心。把它抱在怀里，他又怕把它给冻成冰块。更可怕的是，2天后他还会……叶云兰走了一会儿后，心里还是担忧笑笑那孩子。只要想到他是一个几岁的小奶娃，即便修为比自己高很多，但他始终有点放心不下。于是他又倒回来了。笑笑，笑笑。叶云兰回来后，发现原地已经没了殷霄的身影。这么快就走了？叶云兰四处看了看，没有发现殷霄后，准备再次独自离开，却发现一旁草丛上的冰块以及一棵大树上被冰冻过的痕迹。这是冰元素。叶云兰缓缓蹲下身子，草丛上被冻僵的叶子只是轻轻触碰了下，一股凉意瞬间从指尖窜到头顶，让他下意识地收回手指。为什么这些冰元素上面感受不到灵力的残留波动呢？这个位置是刚才笑笑站的位置，难道这些寒冰也是他留下来的？糟了，肯定是笑笑身体里的寒毒发作了。我就说他怎么好端端的说要分开历练，原来他只打算自己扛下去。叶云兰很是着急，担忧的大声呼唤殷霄的名字。笑笑，笑笑，你在哪儿？冷。冷？他连忙运用火系灵力将温暖过渡给他，
但他的修为太低了，又怎么带给殷霄温暖呢？小徒弟，你这么做是没用的。他身上的毒素应该是至极之冰和寒冰草以及烈阳草融合之后炼制而成的至阴至阳之毒，而并非简单的寒毒。想要解毒，在这个大陆难如登天。不过有一个方法倒是可以缓解他体内的寒毒，就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了。师尊请说，是什么方法？只要是我能做到的事情，做什么我都愿意。自然是男女性鱼水之欢了。自古以来都是阴阳调和，他中了至阴至阳的毒，不是简简单单发作寒毒就能完事儿的。相信为师，如果1个时辰后，他身上的寒毒发作完以后，身体里的烈阳毒也会随之爆发。如果得不到缓解，这里很快就会变成一片火海。什么？鱼水之欢？师尊，你别开玩笑了，我是想救恩公，但是也没想过把自己身体交出去啊。也不知道是谁，之前还觊觎人家的基因好，想偷人家种子来生娃呢。怎么，你去偷人家种子就可以，现在让你明目张胆的奇探一下，光明正大的拿种子就不行了？您怎么知道我有这个想法？您之前不是在沉睡呢吗？本尊是在沉睡，但醒来后还可以探查你的记忆，不是沉睡后就死了，什么都不知道。那啥，我之前是有这个想法，那也得是我报完血海深仇之后，想要孩子的时候。现在的我只想变强，如果有娃的话，会拖垮我修炼速度的。总之你就是自私呗，自己的恩公都不救，还说什么只要你可以做到的事儿，说什么都愿意去做，结果就连这个小小的要求都做不到，谈什么有恩报恩呢？师尊，你不要刺激我。冷。哎呀，小徒弟，你还不快去，磨叽什么呢？你恩公现在生不如死，难道你真要这样坐视不理吗？我试试。叶云兰被他这一吼，吓得立马挺直了脊背，随即又颤抖地朝着殷霄走过去。看着殷霄那惊艳绝伦的脸，想到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他的心砰砰砰地跳个不停，仿佛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一样。那啥，恩公啊，我这么做可全是为了救你啊！等你醒来之后，千万别说是我亵渎了你啊！叶云兰把脸撇一边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随后将殷霄的衣衫褪去之后，又褪去了自己的。此时的他，黝黑的皮肤都已经能感觉到他的脸红。不管了，上吧！他一个翻身，坐在了男人的腹部之上，鼓足勇气准备干一番大事业的时候，最后还是泄气了。哎呀，不行，我还是做不到。叶云兰从男人的身上翻身下来，拍打着滚烫发红的脸，连连摇头。尤其是精神识海里还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这与现场观看没什么区别，他做不出来，真怂啊！我怂？要不师尊您来，我这身体暂时借给您用一下。笑笑他爹长得可俊了，保证您不会吃亏的。吴昕听闻，吓得连忙载着彼岸花血月跑了，连话都懒得和他说一句。哎呀，算了，这男人他惹不起，但是他躲得起。叶云兰还是第一次见师尊怂的模样，感觉到精神识海里的他跑了，忍不住噗呲一声的笑了出来。想不到高冷霸气、妖娆妩媚、天不怕地不怕的师尊，竟然也有如此可爱的一面。恩公啊，你别怪我小气啊，连个身体都舍不得给你，我这就换个方法来救你。主要是这种事情吧，它不是两情相悦，我就总觉得太轻浮了。叶云兰重新倒下去，又从空间里拿出2床被褥盖在2人身上。他一边用体温去温暖他，一边输送着灵气，
小丫头，是你吗？小丫头是谁？你心爱的人吗？幸好刚才没和你做不可描述的事儿，不然我就成三儿了。好热啊！殷霄躺着的地方冒出滋滋滋被燃烧的声音，嘴里不断呢喃着好热。师尊果然没有说错，恩公体内的毒素真的是至阴至阳之毒，而并非单纯的寒毒这么简单。刚才他冷，他还可以勉强的脱下衣衫，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他。可现在他浑身皮肤通红，摸一下都能让人脱层皮似的，他没有办法救了呀。哎呀，小笨蛋，你不是有随身空间吗？里面有个冰泉，你把它带到里面去，定能缓解他烈阳毒发作的痛苦。师尊，你怎么知道我有随身空间啊？叶云兰从未在他面前透露过这个秘密，随即想到他能窥视自己记忆，瞬间明了。哇，你能得知我一切记忆？放心，等为师复活以后，就不会与你共享一个精神石骸，再探测你的记忆了。叶云兰听闻了一声，将殷霄带进空间，把他放入冰泉之后，想了想，还是提议：师尊，以后您还是不要探视我的记忆了吧，这样我心里总觉得不舒服。可万一为师沉睡期间你做了什么事情，为师不知道，也就没有办法点化你了。那就继续维持这样吧，反正我在你心里已经没有秘密了，继不继续探测已经没有什么好纠结的了。小徒弟莫不是因为刚才差点做成那种事儿，所以才尴尬的不想让为师探测你的记忆。叶云兰一阵无语，心事被看穿后，又瞅着冰泉里一丝不挂的恩公，小脸噌的一下又红了，好难受。这时殷霄缓缓地睁开了那双赤金色的眸子，难受的呢喃一声，看着眼前的叶云兰，他很是震惊诧异，自己明明和他分开了，并且连言二都没有告知，一个人选择在峡谷里度过寒毒发作的过程，只是为什么他的身体会这么燥热呢？难不成他体内的烈阳毒也发作了？等等，为什么这臭丫头和他身上都没有衣衫啊？不好，烈阳毒素发作的话，会让人想……他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连忙叮嘱叶云兰，咬着牙运用灵力，强行控制体内的躁动。女人，快跑，跑得越远越好。这小丫头毛都还没长齐呢，她可不能当禽兽啊！跑去哪里啊？走啊，让你快走，你听到没有？殷霄见他不走，还愣在原地，顿时大声的呵斥。此时他也反应过来，这里是叶云兰的空间，而且还泡在冰泉里，应该是他烈阳毒发作后才被他带进来的。眼前的他脸上最红一片，清冷不可一世的眸色中染上了凡尘欲望。在这之前，他每个月发作的都是寒毒，烈阳毒却从未发作过，为什么这次就突然发作了呢？他好想要她，还是说和小女人在一起待久了，即便她丑，现在烈阳毒发作后，看到她也瞬间觉得眉清目秀，仿若绝世美女？笑话，曾经想勾引爬她床的绝世美人还少吗？哪一个不是柳眉大眼、樱桃小嘴儿、魔鬼身材、肤若凝脂？无论别人怎么勾引，他从来都只觉得厌恶和嫌弃，也自始至终有过那方面的欲望。难道是他眼神有问题，就喜欢他这种丑的长相？女人，你再不走，信不信本帝这就……只是他后面的话还未说完，叶云兰随手用金系元素在手中幻化出一根金箍棒，毫不留情地打在了他的后颈上。殷霄两眼一翻，就这么华丽丽地晕了过去。哎呀，这结实有弹性的胸肌，完美的人鱼线。娘亲，我怎么感觉到了爹爹的气息？哈哈哈哈，
那啥，蛋蛋，你要是无聊的话，就去找小金蝉玩一会儿。娘亲有事儿，目前不能陪你。娘亲，你刚才是在调戏爹爹吗？不对，爹爹怎么变成大人了？蛋蛋，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就是怕你爹爹的爹受伤了，所以带进空间调养一下。我爹爹的爹爹？哦，我知道了，也就是说他是爹爹的爹爹，也是我爷爷。蛋蛋，你这声爷爷叫的可真顺口啊，可惜他永远也不会成为你爷爷。这时小蝴蝶也跟了进来，看着叶云兰和殷香两人赤裸相拥的坐在冰泉里，羞得转过了身子。哎呀，非礼勿视，非礼勿视！主人，你们继续，小蝶什么也没看见。小蝴蝶说完后，立马就飞出去了。嘿，娘亲，你也继续，我也什么都瞧不见。你们真的误会我了。叶云兰现在有100张嘴都解释不过来，看着肩膀上躺着的男人，她也无奈了。2日时间里，殷霄每次要醒来都会被叶云兰打晕，只要他稍有动静，叶云兰绝对会毫不犹豫地打晕他。直到2日后，他身上的烈焰毒彻底的被压制，不再发作后，叶云兰找准时机将他带出空间，想以最快的速度帮他穿衣服，却发现恩公根本没有衣衫。见到他的时候，他衣衫在身上就是不条。想到这里，叶云兰把自己的衣衫拿了出来。恩公啊，你就将就一下，盖下我的衣衫，醒来之后你再自行想办法吧。啊！当他手却不小心碰到某人内处时，炙热的感觉骤然袭来，顿时如同烫手的山芋，连忙避开。恩公，你自行保重啊，我就先走了。狠心的女人，下手也不知道轻点，这是一点也不留情。好歹本帝在你心里也是你的救命恩人。虽说配合归配合，可这2天的时间里，哪怕他动下眼皮，颤动下眼睫毛，这女人也能给他一棒。甚至有2次是真的彻彻底底的被他打晕了过去。女人，这辈子你永远也别想逃出本帝的手掌心了。小白，载我过去看看。叶云兰把飞天白马召唤出来，刚上马想飞上去，却发现前面躺着几具烧焦的尸体。好的，主人。飞天白马扇动翅膀，来到烧焦的尸体面前。等叶云兰下去后，他连忙用翅膀捂住鼻子。哎呀，这也太臭了！叶云兰看着几具被烧焦的尸体，再看看周围的环境，突然发现这几个人死亡的地方，正是他一开始吸收黑暗元素之地。娘亲，放我出来，放我出来！怎么了，蛋蛋？这么着急想出来？当然是想娘亲了，我想和娘亲在一起。主人，还有我也想出来。好，这就让你出来。主人，我们快走吧，这里好臭啊！再等等。叶云兰将呼吸屏住，缓缓地走到尸体面前，看出他们死亡的时间，便猜测这些人应该是2天前恩公烈阳毒发作的时候，他们刚好来这儿，所以被焚烧致死了。若不是他把恩公带进空间，只怕是这些人早就被烧的渣儿都不剩了。看出这批人不是精英队的学员后，叶云兰挑起眉头深思，难道这些人是专门来杀恩公的？结果没杀成，反而把自己的命给搭上了。想到这里，叶云兰对着这些尸体很是不屑地骂了句：活该，死得好。娘亲，那边有宝贝，应该是神魂草，不过我还感觉到那里有很多灵兽守护。神魂草？神魂草，小徒弟，问问你女儿能否感觉到神魂草的年限是多少？师尊，您搞错了，蛋蛋是一颗蛋，怎么会是我女儿呢？可她叫你娘亲，既然你答应了，那她就是你的女儿。管她是蛋还是人，总之你得当个好家长，这样才对得起人家喊的那一声娘亲，知道吗？
哦，我知道了。想不到师尊看起来一副不近人情、视生命如草芥的他，其实三观非常的正。师尊，我这就带着蛋蛋去帮你找神魂草，那个对你的神魂恢复应该会比吸收魔兽神魂更有效果。唉，那就有劳你了。神魂草确实要比魔兽神魂好一些，但也要看年限。像为师这样的神魂，神魂草至少要1000年以上才有明显的效果。100年那种就和吸收普通魔兽神魂差不多。先不管用处大不大，过去看看就知道了。要是年份太小，我就把神魂草种进空间里去。草药在我空间里年限会比在外面增长速度快10倍。如果是100年神魂草，种我空间里后，大概100年时间就能变成1000年神魂草。要是用空间里的灵泉浇灌温养，它会长得更快。叶云兰抱着小黑蛋，快速地朝神魂草的方向飞去。他这不顾危险、毫不犹豫去寻找的模样，让精神识海的吴昕微微一愣，嘴角勾起连他也不曾发现的笑容。只听他媚入骨的嗓音，史无前例的温柔提醒蛋：“你也要注意安全才是。一来宝贝都是争夺对象，你现在还是个小菜鸟。”要是遇到打不过的兽兽，还是跑为上策，别硬扛。放心吧，师尊，我惜命的很，自有分寸。娘亲，快到了！小黑蛋感觉到熟悉的气息，不由得蹙了蹙眉。我怎么感觉到前面有些灵兽，有些让我熟悉的气息？那个人类的气息也越来越令我熟悉。娘亲，我之前感应到的人，应该就是他了。还有，我感觉到那悬崖下有好多的神魂草，应该都是100年以上，其中一株竟然有1000年了。1000年？他怎么感觉有些不对劲儿呢？如果这个地方有1000年神魂草，历年来猎兽森林的历练的人数不计其数，怎么没有被发现过？还是说这里另有隐情？五公主，你怎么也在这儿？哎呀，嘘！怎么了？娘亲，下面有好多天灵兽等级的魔兽以及灵兽，他们在为神魂草起争执。小黑蛋闭了闭双眼，一抹金色的精神力骤然从他身上释放出去。感觉到下方动静之后，他急忙将探测到的事情告诉叶云兰。蛋蛋，你也会释放精神力？对啊，娘亲，我也有精神力。正在向这边而来的殷霄原本是担心叶云兰出什么事儿，所以想上去看看，却不曾想感应到一股让他无比熟悉的精神力。金色的精神力。对了，你怎么和猫儿们在这儿坐着？之前和你分开后，牵引猫还是不愿意和我契约，但是我太喜欢它了。牵引猫跑了之后，我就追它，这一追就追了3天。直到今天上午跑到这里这个地方时，地面突然断裂，向两边推移，一道悬崖就这么出现了。后来我们发现这下面有很多的神魂草，就想着摘一些走，却不曾想到神魂草的诱惑力太大了，魔兽和灵兽们闻到它的气息，几乎马不停蹄地朝这里赶来。我深知不是他们的对手，但又想拿点神魂草看看能不能捡漏，所以我和猫儿们又从底下上来，找了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直到没有天灵兽修为的兽兽过来后，我和猫儿们才从暗中出来，偷偷躲在悬崖边观看的。嘿，神魂草，我来了！叶云兰还在想怎么才能取得一些神魂草，结果蛋蛋高兴的直接跳了下去。蛋蛋！叶云兰和楚仙离看到他跳下去，吓得心脏都快蹦出来了。娘亲，你不用担心我，下面那群渣渣还不敢欺负我呢。叶云兰哪里听得进去他说的这些话，他将飞天白马召唤出来，坐在他身上便往下飞。叶云兰，你疯了！下面全都是天灵兽等级以上的魔兽和灵兽，恩公，每次见你，你不是在被欺负的路上，就是被人欺负到很惨的时候。哎，这个男人是谁啊？老天啊，这长得也太俊美了吧！这是凡人能拥有的面貌吗？啊，世界上真有如此优雅金贵、完美不可一世的男人吗？还我们的神魂草！死黑蛋，还我们的神魂草！
糟了，蛋蛋！他转身一看，蛋蛋竟然被一只8级天灵兽修为的魔秃鹰抓在脚底下，飞上100米的高空。臭秃鹰，还不快放开本姑娘！蛋蛋在他手里扭动着，刚才吸收太多的神魂草，没有过多的灵力去挣脱魔秃鹰的爪子。叶云兰和殷霄刚要攻击那只秃鹰，结果魔秃鹰爪子一松，这小黑蛋就这么从100米高的高空坠落下来，直接砸到了一块大石头上。蛋蛋！叶云兰，你是什么时候和你身边这个男人生的娃？主要是为什么这俩娃会从蛋里出来？五公主，你误会了，我身边这位是我恩公，我们没有。哦，原来如此，我懂了。你身边这位救过你的命，所以你就以身相许了，对吧？对你个头啊！哎呀，这位公子，你能和他一起生娃，真是勇气可嘉。本公主佩服佩服。五公主，你这嘴巴还真是有点八卦呀。和他在一起确实勇气可嘉，只要本帝喜欢，这个世界就没人敢对他说三道四。本帝，你就是那个帝孙大人。娘亲，爹爹，你们能不能不要着急聊天，先给我和哥哥拿件衣服来。你看我们光溜溜的，身上什么都没有，好羞羞啊。恩公，你身上有小孩子的衣衫吗？能否借我2件？一直恩公恩公的叫着，不别扭吗？我叫殷霄，以后你可以叫我的名字。啊，殷霄？殷霄，殷笑。突然发现笑笑的名字也……殷霄一看他那表情，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俊美的脸庞骤然一黑，张开性感的嘴唇，在他的耳畔轻轻的一咬。不许胡思乱想，不然咬死你。他说完便从储物戒指里拿出2件小孩子的衣衫递给他。叶云兰被他一咬，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下意识的打了个冷战。在旁人看来他们是在打情骂俏，在他看来这就是要命啊。恩公，你还真是为了笑笑连色相都能卖了。被他调戏的连眼神也不敢看一眼，从他手里接过2件小衣衫，嗖了一下朝2个小家伙跑去。殷霄冷着一张脸朝前面2个孩子走去，强大的威压骤然释放，压得所有的灵兽全都趴了下去，就连楚仙离也忍不住双膝跪了下去。殷霄这么做也是担心这群不知好歹的兽兽们会突然袭击，打扰到他和叶云兰2个人认娃。娘亲，我美不美？美，非常美，不过更多的是可爱。叶云兰高兴地将蛋蛋抱起来，忍不住地在他脸上亲了一口。我家蛋蛋也太可爱了，娘亲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爹爹，爹爹，娘亲，爹爹，他才不是你们爹爹呢。殷霄将小金龙抱起来，一眨不眨地看着小家伙的样貌，心跳都快停止了。这小家伙简直就是他的缩小版，就连赤金色的眼睛也一模一样，唯一不一样的就是他头顶有2个金色龙角。你为何与本帝长得一模一样？我本来就是您和娘亲的儿子，自然和您长得一模一样。小金龙，你认错人了，他不是你爹。这2个人清清白白的，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就生出2个小孩出来？而且就算是要生，那也是人吧？怎么一个是黄，一个是龙啊？恩公，你说这俩娃会不会是把你认成你儿子了？毕竟之前蛋蛋换笑笑就是喊他爹爹，而你和笑笑呢气息又相似，想必他们2个人是把你认成笑笑了。而且我还有一个猜测，这蛋蛋和小金龙长得如此像你和我，肯定是每天面对我们太多，所以破壳之后下意识就幻化成了我们小时候的容貌。你说的有道理，也许是因为蛋蛋和笑笑在一起久了，所以儿子像笑笑，女儿像你。
你就是我们爹爹，千真万确。你们口口声声说我是你们爹爹，凭的是什么？凭我这张脸。可我们确实不是你的亲爹亲娘，我们是货真价实的人类。而你和妹妹，一个是龙，一个是凤凰，还是从蛋里孵化出来的，更别说你们娘亲现在还是个黄花大闺女，怎么生得出你们？殷霄的一番话让小金龙和蛋蛋陷入了深思中，眉头高高挑起，你看我，我看你，难道真是他们认错了？可是我们的感觉没有错呀。小金龙和蛋蛋两人一时也懵了。要问他们什么时候出生的，其实他们也不知道。会认爹爹和娘亲，也全凭他们身上的血脉气息。他们可以认错人，但是血脉绝对不会认错。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错了呢？蛋蛋，小金龙，不管你们有没有认错，既然你们叫我一声娘亲，我自然也会把你们视为自己的亲生孩子的。放心，我不会丢掉你们的。只要我活着一天，就绝对不会让你们受到伤害的。爹爹也是。叶云兰听闻，差点一个踉跄倒下去。什么叫做爹爹也是啊？这样下去，他就算是有100张嘴，也解释不清了呀。孩子给你，本地还有事没处理完，先走吧。说完，他便就飞走。叶云兰连句话都来不及说，一脸懵逼地看着手里的2个娃。恩公怎么总有处理不完的事情啊？加上怀里的2个娃以及笑笑，那岂不就是要带3个娃了？怎么总感觉他在带娃的路上一去不复返了呢？云兰，我可不可以抱抱他们？不要，我们只能被爹爹和娘亲抱抱，别人碰我们会受伤。啊，会受伤？哎呀，不能抱，但我摸一下总行吧？于是他伸出洁白柔嫩的手，想去摸小金龙的龙角以及小凤凰的凤冠。2个小家伙一看，吓得立马向后仰。叶云兰差点没抱住，吓得心跳都漏了半拍。啊，小心！楚仙离见2个小孩躲开，又差点摔倒，于是下意识地用手掌去接住2个孩子的后背，稳住他们，不从叶云兰的怀里掉下去。啊！楚仙离双手放在2个小家伙的背上，左手一股刺痛，右手一股灼热，瞬间让他痛苦的尖叫出声。可他怕2个孩子摔跤，依旧忍着疼痛，让叶云兰抱好了以后再敢松开。怎么会这样？叶云兰见状，连忙放下2个孩子，查看楚仙离的手心。疼！蛋蛋，小金龙，我们之前就说过了，让他不要碰我们，不然会受伤的。可他不听。为什么呀？妹妹是凤族，我是龙族，身上有先天保护屏障，一般的人根本无法触碰我们，所以我们才会说，除了爹爹和娘亲以外，别人碰我们会受伤。可我不是你们的娘亲啊！你就是。好好好，我就是你们的娘亲。这就是被你们一口气全部吸完的神魂草。是的，娘亲。啊，下次可不要再这么鲁莽了。要是这次没有恩公出现，只怕我们一家3口就要交代在这儿了。没事的，娘亲，我们之前是没有释放威压，所以这群兽兽们才不知道我和妹妹的身份。还有，别老恩公的叫，他是我们的爹爹，你应该叫他夫君才是。娘亲，你快跟着我走，我感觉到前方有火灵珠的气息，你要是得到它，吸收后不仅实力会暴涨，炼制出来的丹药效果也会更好。火灵珠？叶云兰将飞天白马收进空间，一边与小金龙跟在蛋蛋身后跑，一边四处观察，发现两边的石壁大约在3丈高的距离处，分别有一道痕迹。很明显的是，3丈高以上的地方是地面裂开后的新鲜痕迹，而下面倒像是一个地下溶洞，有些地方光滑无比，就连脚下的石头也很光滑，一不小心就容易摔跤。难道这里曾经是条地下暗河？
看着遍地都是枯萎的神魂草，他很是无奈的叹息了一声：“啊，可惜了。如果神魂草还有就好了，这样不仅师尊可以吸收点神魂之力，也可以拿2株放空间里种着呀。”娘亲，你不是有存生空间吗？我去帮你把前面那株千年神魂草扯出来，然后放在里面种着，再用灵泉浇灌，试试看它能不能复活。还能复活？这怎么可能啊？死去的东西哪还有机会复活呀？但凡他们体内还剩下一些神魂之力，草苗没有枯萎的话，在灵泉的浇灌下也能慢慢恢复。叶云兰指着一片片枯黄，连一点绿都找不到的大片神魂草：“你看看，他们已经死的不能再死了，还怎么复活呀？不试试又怎么知道不可以呢？”他说完便蹲下了身子，伸出一双肉嘟嘟的小手，捧着神魂草树根开始向外扯。哎呀！小金龙用力过猛，神魂草突然一下子被他拔出来，直接重心不稳的向后滚了几圈，砰的一声撞到了后方崖壁上。小金龙，哎呀，娘亲，我没事。你怎么会没事啊？你看看这崖壁，这都被你砸出洞穴来了。奇怪，我明明没用多大的力的，怎么就摔这么远？用力过猛了呢？你没用多大力？我真没用多大的力。小金龙点点头，又顺手拔了一下身边枯萎的百年神魂草，只是轻轻的一勾，神魂草就被他连根拔起了。搞了半天，原来真是我用力过猛啊！小金龙，你管这叫没多大力？那你还真是力大无穷啊你！娘亲，我真没用力，你要相信我。就算全天下的人欺骗你，小金龙也不会欺骗你。叶云兰高兴的嗯了一声，嘴角上噙着幸福的笑意。当看到拔出来的神魂草，草根还未完全死去时，她高兴的惊呼一声：“小金龙，你看，这些神魂草的根茎并未彻底死去，现在把它们种进空间里，绝对会复活的。”那我把它们全部都拔出来。不用，看我的。叶云兰双眸缓缓闭上，利用神识将崖底的神魂草直接移栽进随身空间。好了，我们快去追蛋蛋，他的身影都快看不见了。叶云兰说完就拉着小金龙去追蛋蛋，然而蛋蛋却在前面拐进了一个地下溶洞。别跑，给本姑娘回来！蛋蛋！哪知他刚张嘴，一颗火红色的灵珠刚好从溶洞的另外一边转过来，或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一转弯直接进入了别人的口中。娘亲，你把火灵珠吞了？你说刚才那飞进我嘴里的东西是火灵珠？对呀，是火灵珠。刚才我在溶洞里发现它之后，它见到我就跑，于是我就追出来了。没有想到它还自投罗网，直接闯进你肚子里了。就是不知道直接服用火灵珠之后有没有吸收的效果好。叶云兰只觉得体内突然有股灼热感。娘亲，你没事吧？我没事，我现在就把它给吸收了。你们两个帮娘亲看着一下啊，有人来了就叫我。好的，没问题。小狐狸，金蝉，你们两个是蛋蛋？这是从蛋里孵化出来的？对呀，金蝉伯伯，我和哥哥破壳啦。蛋蛋看到小狐狸那高高翘起的尾巴，瞬间萌到了他的心坎里。他迈着小腿儿跑了2步，抱着小狐狸的尾巴。嘿，狐狸哥哥，你的尾巴也太舒服了吧！妹妹，你别碰狐狸哥哥，快放开他！你的疯狂火焰会灼伤他的。没事，我可是10尾妖狐，也是一只火狐，血脉不比你们风族差，不会受伤的。哎，你真的没事？两个小家伙见他没有任何事儿，高兴的一把将他抱在怀里，然后对着小狐狸进行着史无前例的撸猫行为。天灵阶中级，天灵阶高级，
天灵界巅峰，地灵界初级，地灵界中级，地灵界巅峰。易云兰每晋级一次，小金蝉蹲在旁边就说一次，直到看到他一次性晋级到地灵界巅峰，他再也受不了的，咚的一声向后一倒，躺个四仰八叉。老天，这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啊！地灵界巅峰，还不错嘛。主人，你脸怎么变得灰扑扑的了？哪里灰扑扑了？易云兰用手摸了下脸蛋儿，这不摸还好，一摸吓他一大跳。我脸上是什么东西啊？娘亲，我之前追火灵珠的时候，发现溶洞里面有一条河，你要不要进去也洗一下脸？不用，我们去空间里洗，里面更安全。娘亲，你怎么变漂亮了？蛋蛋指着他的脸，尤其是他眉间的凤印，震惊道：“还有，你额头上的凤印怎么和我一模一样？变漂亮了？凤印？什么凤印？”易云兰挑了挑眉，用神识在空间里拿了个铜镜过来，看到白里透红、倾国倾城的脸庞时，他竟然震惊的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蛋蛋，我额头上还真有一道和你一样的凤印，这是怎么回事啊？都说了，你是我和哥哥的亲娘，我自然像你。你看，哥哥像爹爹，他额尖上的龙纹也和爹爹一样。难道是刚才的火灵珠锻造了我的经脉，恰好就觉醒了凤凰血脉？哎呀，这张脸还是这张脸，果然白点就是不一样啊！以前和现在的模样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没法比较。易云兰缓缓地抬起手心，一股赤金色的火焰在掌心中熊熊燃烧，如金凤羽一般美轮美奂。哼，娘亲看起来不仅觉醒了凤凰一族的血脉，还是金凤族血脉。金凤一族都有自己的本命武器，而且最次的也是神器。娘亲，你快试着召唤一下你的本命武器，看看是什么样的武器。还有本命武器？易云兰惊讶，随即闭上双眸。可无论他怎么感应，都感应不到蛋蛋说的本命武器。我怎么感觉不到本命武器啊？不可能啊！难道娘亲刚觉醒血脉，所以武器还未觉醒？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以前已经觉醒过本命武器了，不然不可能没有。以前？不可能啊！在我的记忆里，从未觉醒过什么本命武器，就连血脉也是在这次吸收火灵珠之后才觉醒的。那是怎么回事？哎呀，想不通就算了，说不定我的本命武器是真的没有觉醒了。再说了，我已经有至尊神器龙神剑了，要不要武器已经无所谓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我要把修为巩固下来。虽然天黑了，外面凶险也比白天危险数倍，但我不得不出去。明天历练就结束了，这要是回到学院以后，等下次来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主人，我也要出去历练，主要想看看如今我的实力如何了，而且目前我的修为已经到了10级初灵兽，只需要一个契机就可以晋级到地灵兽了。娘亲，我们也要出去。行，一起出去。主人，我也回来了。太好了，你终于又长出一条尾巴了。是的，我再次长出了一条尾巴，因为我也晋级到了地灵兽。圆圆点点头，小心翼翼地护着自己的尾巴，一脸警惕地看着叶云兰。主人，这次你可不能再把我的尾巴给做断了。是说什么呢？上次纯属是意外。与此同时，精英队集合后，却迟迟不见叶云兰的踪影。有些人便是猜测，她是不是在猎兽森林里被魔兽给吃了。叶云兰的实力不怎么样，平时都是因为他身边的小男孩在帮忙，如今在猎兽森林里单独行动，说不定已经死在魔兽口中了。就是，哪有突然从废物变成天才的人啊？我还是不相信。奇怪了，叶云兰没有回来就算了，怎么连他身边的小男孩也没有回来？
哎，你们不要瞎说，叶云兰才不会死在猎兽森林里，她一定会回来。严一感觉到他们帝尊大人的气息正朝这个方向回来时，嘴角勾出一抹笑意。殷霄回来后没有看到叶云兰，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大伙却再次开始议论起来。这殷笑笑都回来了，叶云兰怎么还不回来？莫不是真的死在猎兽森林了？谁说本姑娘死在猎兽森林里了？你是叶云兰？老天，我没看花眼吧？大伙看到叶云兰那张惊世容颜时，惊得下意识地揉了揉双眼，不敢置信地呢喃：“不对呀，这叶云兰明明又黑又丑，眼前这个白得发光、美得令人窒息的少女，怎么可能是叶云兰啊？不会有人冒充她吧？她有值得让人冒充的企图和利益的吗？啊，一个叶家大小姐的身份虽然还行，但也没什么值得让人冒充她的地方吧？而且谁会这么傻呀？就算是要冒充叶云兰，那也是冒充她黑不溜秋的模样，怎么会是这样呢？难不成眼前这个女人真的是叶云兰？小圣子，你说这人是叶云兰吗？谁小圣子啊？本圣子看你还像个没断奶的小皇子呢。这张脸怎么有点熟悉呢？以前她黑的时候不觉得，现在白了就感觉像了。像谁啊？本圣子凭什么告诉你啊？切，不说就算了，小气包。你才是小气包，你是最小的那个小气包。哦，哼，怎么这么晚才回来？还以为你被野兽吃了呢。你不知道我……殷霄见他归队后，看着站在身边的叶云兰，担忧询问，最后一句“你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硬生生的被他咽了回去。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就是杀魔兽的时候有些费力，所以用的时间蛮多的。总之，你没事就好。所有学员站好，都给我听着，把你们击杀魔兽的兽核全部拿出来，以及你们的修为也亮出来，为师要检查。是，老师。大伙一听，纷纷亮出修为以及这次历练的战利品。很好，不错，完成任务了。你也不错，任务完成。你也不错，任务完成，兽核还多了几颗。你差2颗兽核没有过关，回去后就回皇家学院。你修为没上去，未过关，回去后也回皇家学院。林一走在学员们面前，一个一个的检查，有些人任务过了，有些人的任务自然也没过。叶云兰兽核数据刚好，修为地灵界巅峰。严一以为自己看错了，又再次确认了一下，发现他修为真的是地灵界巅峰。这怎么可能啊？不可能啊！昨天我们还见过面呢，他的修为才到初灵阶初阶，这才过1个晚上，怎么就到地灵阶巅峰了？这怎么可能呢？叶云兰进入精英队的时候，修为才初灵阶初期，这才几天时间，他修为就到了地灵界巅峰，会不会是作弊了？可你们看他亮出来的修为，这就是地灵界巅峰，你骗不了人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这个人真的是假冒的？老师，我要举报他，他肯定不是叶云兰本人。叶云兰又黑又丑，修为才初灵阶中级，怎么可能在森林里历练几天就变成绝世大美人了？修为还连跳了好几级。就是啊，请您一定要审问一下他，万一他是敌国奸细派来易容成叶云兰的人呢？肃静！林一微抬手做出制止的手势，随后转身再次看向叶云兰。叶云兰，你也听到同学们对你的质疑，所以你是不是应该拿个说法出来？回老师，我是千真万确的叶云兰，至于为何会突然变漂亮以及修为暴增，那是我运气好，无意间得到了一颗火灵珠。我把火灵珠吸收过后，它将我全身筋脉以及身体里的杂质都燃烧殆尽了，所以它不仅使我变白了，还让我的修炼天赋更好了一些，实力也暴增了不少。什么？火灵珠？这不是只有书里才记载的吗？据说万年才能形成一颗，吸收后实力定能暴增。哎呀，老天啊，这火灵珠被叶云兰吸收了，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啊！他修为那么低，火灵珠被他用了就是浪费。怪不得他修为会暴增啊，原来是服用了火灵珠。臭女人！
你就是个臭臭的女人。殷潇捏着鼻子扇了扇鼻尖的气味，气得脸都绿了。他摇晃着叶云兰，你给我起来，自己去洗漱好了才能上床睡觉。只是某个女人现在已经进入了梦乡，还是打雷都打不醒的那种。哎，真是服了你了。实在是摇不醒某人，殷潇干脆躺平，放弃了挣扎。他一个翻身将叶云兰抱着，试着和平常一样安稳入睡。可一想到他如今的模样，他翻来覆去始终睡不着，又从床上坐起来，下床去打了一盆热水进来。他温柔又小心翼翼地给叶云兰洗了个脸，给她脱下外套后，他又蹲下身子为叶云兰把鞋袜脱了，然后给她洗脚。整个过程轻柔小心，生怕把小女人给吵醒了。也不知道你给本地喂了什么毒，本地竟然会给你洗脚。当做完这一切，给叶云兰盖好被褥以后，看着地上盆子里的洗脚水，殷潇自己都愣住了。啊，本地不会是中邪了吧？殷潇难以置信地端着洗脚水向外走去，他一边走一边想，却怎么也想不通。堂堂帝尊大人，身份尊贵的他，竟然会给一个乡野丫头洗脚。属下严一拜见帝尊。哪知他还未说完呢，就被倒了一盆的水。那啥，刚才本地没看到你。啊，不，没有，不好意思，帝尊大人的洗脚水，属下不敢嫌弃，也不会嫌弃。你误会了，那不是我的洗脚水，那是本地刚才为叶云兰洗脚后的洗脚水。叶云兰的洗脚水啊？怎么了？叶云兰的洗脚水和本地的有区别吗？没有区别。我们未来的帝尊夫人自然跟帝尊大人的洗脚水是一样的。叶云兰肯定是被帝尊大人给看上了，不然帝尊怎么可能万里寻来，放下中州的事情不管不顾，却出现在这里，还赖在这里不走了？他更是强行突破诅咒，变成大人的模样，屡次救他，如今还亲自给他洗脚，这不是喜欢是什么呀？帝尊夫人？那严一，你可喜欢这位帝尊夫人？啊？难道刚才的猜测都是真的？帝尊大人真的喜欢上叶云兰了？啊，还可以啊，虽然之前丑了点儿，但现在变漂亮了。帝尊大人不用担心，今后您的后代会遗传她的丑了。对了，你这么晚来找本地，有何事？回帝尊，蓝霄大人来消息说，你寝宫里的那颗青龙丹有动静了，还有中州皇室那边的事情，蓝雨大人那边快瞒不住了，想问您何时回去。之前蓝霄大人用通语器联系过您，但您这里没反应，所以过来才通知属下，让属下转告给帝尊您。知道了，告诉蓝霄蓝雨，让他们再坚持一段时间，本地很快就回去。啊，是帝尊大人。这里没你什么事儿了，猎兽森林里7天时间，想必你也没有休息过，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吧。属下谢帝尊大人关心。休息好了，明天才能好好教学员们学习。殷潇说完这句，便端着洗脚盆转身关上了房门。上一秒感动的要哭的严一，下一秒听到他这句话之后，瞬间心里像是被浇了一桶冰水，拔凉拔凉的，让人想哭又哭不出来。啊，属下知道了。严一语气哽咽，看着紧闭的房门，管理着滚动的泪水，委屈不已的离开。还以为帝尊大人是真的关心他呢，原来他这是托了帝尊夫人的福气，这才得到帝尊的关心。休息好了才能教好学员们，帝尊就差没点名，说是怕他休息不好，然后教不好未来的帝尊夫人了。本地怎么觉得你还是丑的时候更顺眼些？不要！姐，兰兰，你怎么了？不要杀他们！二弟、三弟、四妹、五妹，对不起，是我害了你们。他梦到了前世被灭族的那一天，几个兄弟姐妹以及全族惨死的画面不断的在梦中浮现。殷潇剑眉一蹙，惊愕的看向他。叶家就她一个大小姐，
何来其他的兄弟姐妹？叶雪柔、沈玉，你们会不得好死，不得好死！叶云兰痛苦地呢喃着，在梦中，她眼睁睁地看着二弟和三弟人头落地，四妹和五妹被欺辱，族人被剥皮、抽筋、取骨，上至100岁老人，下到牙牙学语的幼儿，无一人幸免。叶雪柔和沈玉又是谁？殷潇看着他痛苦不已的模样，心疼地将他抱住，柔声安抚：“兰兰没事，没事了，不要怕，有本帝在，本帝定会护你一世周全，真的没事了。”不要挖我眼睛，不要！叶云兰在梦里看到前世所有族人惨死之后，自己又被残忍挖眼，痛苦的直流泪。痛，好痛！叶云兰梦到被挖眼之后，紧接着她又和其他族人一样被剥皮、抽筋、取骨，直到头骨被取出来的最后一刻，那对剑刃才让她咽气。过程痛不欲生，整个梦中都是族人们的凄厉的惨叫声。对不起，对不起。不要再想了，睡觉吧，兰兰，我会保护你的。是谁？是谁在跟我说话？睡吧，睡吧。笑笑，怎么是你？不是我是谁？难道和你睡觉的人是野男人？笑笑，野男人这个称呼可不能随便使用的，这个称呼可以毁掉女子的一生幸福。又哭又笑，真是丑死了。又哭又笑，我哪里哭了？那你自己看吧，也不知道刚才是谁，做梦做得浑身发抖，哭得跟个孩子似的。时候不早了，小小，我们继续睡觉吧。明天还要早起去学习修炼呢。哦，好。妈呀，主人救命啊！怎么这么多火？我的马毛都要被烧没了。哼，这狐狸就是聪明，瞧瞧那头纯马，都快被烤熟了。烤熟了也好，本尊已经上万年没有吃过熟食，正好可以每餐一顿了。吴心妖娆地舔了舔性感的红唇，捋了捋胸前一缕妖冶的红发，随后朝着小狐狸招了招手，柔声道：“圆圆，你过来，让本尊撸一撸你的毛毛，看看你被烧到没。”小狐狸听到他温柔的声音，吓得冷不丁地抖了抖身子。别听他的声音温柔宠溺，要是不听的话，指不定他伸出手指一弹，他就滚出去和白马一样，享受火焰的煎烤。哎呀，纯马，快到这里来！小狐狸不愿意白马被烤熟，朝飞天白马大喊一声之后，赶紧跑到吴心的怀里去躺着。真乖啊！师尊，可以温柔点吗？再这么下去，我迟早会秃顶的。哎呀，你之前怎么不说呀？好了，本尊温柔点就是了，才舍不得把你撸秃呢。想不到小徒弟的真身竟然是只鸟儿，哼，有趣呀，有趣。帝尊大人，你有听到什么小鸟叫唤的声音吗？鸟儿？哪有什么小鸟的叫唤声？难道真的是我们听错了？帝尊大人都说没有听到，那肯定是我们出现幻觉，所以听错了。妈呀，这火焰终于消失了。看来小徒弟涅槃失败了。吴心感觉不到易云兰的体内有任何苏醒的凤凰血脉，有点惋惜，同时也有些幸运。哎呀，不过这样也好，现在实力太低，若是凤凰涅槃成功后，他的血脉自然会发生变化，只怕会遭受到整个九州大陆强者的争夺呀。有人争夺，说明主人很厉害，这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师宗会觉得主人涅槃失败更好啊？哎呀，蠢狐狸，你以为是个东西被哄抢就觉得很好吗？像九州这种地方，凤凰血脉压根儿只在传说中，哪怕在仙界也要让人俯首称臣。如果身份是凤族里的皇族血脉，一滴血
就能让9周重伤的人恢复大半的伤势。你觉得你家主人现在的这种修为，觉醒凤凰血脉，被人发现血液的好处之后，确定不会被人当成药罐子囚禁？一滴血就能让重伤的人恢复大半。小狐狸听闻，难以置信地咽了一口唾沫，有些后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现在更不能觉醒凤族血脉了。幸好主人没有涅槃成功，不然就成别人的药罐子了。你也不要太过担心了，若是想与你主人一同变得强大，那也要好好修炼才是。九尾天狐有9条命，乃神族中的超神兽，而你却是天地间唯一一只10尾妖狐。你的命有10条呢，更是妖族中最尊贵的血脉，不会比凤凰血脉低的。天赋嘛，自然可想而知了。知道了，师尊。师尊，谢谢您，我去修炼了。小狐狸说完，嗖的一下就跳了出去，跑得比兔子还快。再不跑，它的毛毛就真要被师尊撸秃了。你急什么？当让本尊再多撸一会儿毛毛呀。师尊，您不是说让我好好修炼的吗？现在精神伤害里的火消失了，我自然不能再继续休息了，对吧？那啥，师尊我也走了。跑啥呀？陪师尊玩会儿呗，我又不吃你们。看着飞天白马也跑了，吴昕再次无聊了起来。等他神魂稳定一点之后，他一定要好好的出去浪一圈。帝尊，这群学员怎么办？哎呀，这些学员的天赋真的是太菜了，妍一姐姐的威压只释放了1/10，他们才撑了半个时辰就晕了。是菜了点儿，但也不妨碍里面有1-2个好苗子。平时历练和教导的时候，不要在意本地的想法，本地只要你们把它好好培养出来就行。啊，是帝尊大人。哎呀，热死我了！哎呀，热死我了！啊！小金龙在空间里也差点被热成狗，喊了半天叶云兰，他却没有半点反应，于是冲破随身空间，竟然直接从空间里出来了。哎，这谁啊？爹爹，你怎么又变成小孩子了？爹爹！林一言二听闻，瞬间懵了，石化般的看着和帝尊大人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孩。眼前的2个小孩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帝尊大人高一丢丢，而刚才出来的那个男孩子头上多了一对龙角。这个孩子难道是龙？还有他额间的符文竟然和帝尊大人的一模一样，只是帝尊大人的要更深一些，这条小龙更浅一些。你知道在猎兽森林的那个他是我？哦，当然知道啊，你不是不想让娘亲知道吗？所以我和妹妹就没有拆穿你。爹爹，我和妹妹是不是很聪明？是，小金龙和妹妹非常聪明，爹爹非常喜欢你们。爹爹，我也出来了。说曹操，曹操到。蛋蛋见小金龙从空间里跑了出来，于是他也跑出来了。爹爹，你不是变回大人了吗？怎么又变回小人了？蛋蛋还是喜欢爹爹大人的模样，因为这样爹爹就可以抱蛋蛋和哥哥了。蛋蛋，你长得这么可爱，还是个小女孩，怎么会叫蛋蛋呢？哼，蛋蛋这个名字是我娘亲取的，我最喜欢了。蛋蛋，要不爹爹给你换个名字？女孩叫蛋蛋确实不怎么好听，要不把蛋蛋这个名字让给你哥哥吧，总小金龙小金龙这样叫他也好可怜是吧？爹爹，你嫌妹妹叫蛋蛋不好听，难道就不嫌弃我叫蛋蛋也不好听吗？还是说只有妹妹是你亲生的，我是你捡来的？殷霄无语了，其实他很想说，你本来就是捡来的，不仅你是被捡来的，就连你妹妹也是被捡来的。只是看着小家伙可怜又委屈的模样，话到嘴边也咽了回去。哥哥，你不要哭嘛，等娘亲醒来，再让娘亲给你取一个名字就是了。谁说我哭了？我才没哭呢。小金龙擦了擦眼睛，傲娇道：“这小模样简直像极了殷霄傲娇的时候。”言一言二看着2个可爱的小家伙，都快被他们萌得找不到边儿了。殷霄将叶云兰从地上扶起来，
又在龙之戒里拿出一枚丹药，喂给他吃了之后，很快就从昏迷中醒来。娘亲，您终于醒了。蛋蛋，小金龙，你们不是在……看到严一和严二也在身边时，他立马把空间2字收了回去。你们怎么从娘亲的精神世海里跑出来了？里面太闷了，所以我和哥哥出来了。严一和严二一听，再次懵了，从精神识海里出来的，这不就是契约兽吗？说明这俩不是帝尊亲生的崽崽，而是叶云兰的契约兽。那这条小金龙为什么又长相和帝尊大人一模一样呢？笑笑，刚才又是你救了我，对不对？真是谢谢你了。是啊，你身体太弱了，连严一老师这么点威压都承受不住，看来要好好的锻炼一下了。殷潇说完，又让他看了看身边倒下的学员们。他们和你半斤八两，都差不多，全军覆没。姐姐，你不是要龙血汁吗？给你。真的是万年龙血汁。易云兰接过手，高兴地抱起他，激动地在他脸蛋上亲了一口。谢谢你，笑笑，真的太谢谢你了。哎，对了，你爹爹什么时候给你的？我怎么不知道他来找你了？就2个多月前，我们在猎兽森林历练的时候，我无意间碰到他，就顺便问了下，刚好他身上的储物戒指里有，就给我了。当时他让我告诉你，龙血汁必须等修为晋级到人灵脉之后才可以服用，这样效果才会发挥更大。而你今天刚好晋级到人灵脉，所以我就给你了。殷潇说完之后，又看向他，突然有些心跳加速地问：姐姐，如果我走了，你会想我吗？笑笑，是不是你爹爹要来接你走了？笑笑的爹爹来接你，想必他的事情也办完了。你能回到爹爹身边，姐姐自然很高兴。但你走了以后，姐姐也会想你的。是吗？你真的会想我？当然会想你了。你要是想姐姐了，以后还可以来找我，或者等姐姐变得强大以后，姐姐来找你。那我们说好了，等你变强大以后，一定要到中州的遗忘之城来找我。好。易云兰伸出手指与他拉勾勾。我们拉勾勾，等姐姐变强大以后，一定到遗忘之城去看你。殷潇无语了，拉勾勾，这女人还真把她当孩子了。见他不为所动，易云兰拿起他的手，小拇指勾着小拇指，拉勾完了，这才问：对了，笑笑，你爹爹什么时候来接你？我也不清楚，大概就这1-2个月吧。嗨，云兰，要不要出去逛街啊？出去逛街怎能没有本皇子？楚仙离刚说完，哪知楚君义又从一旁走了过来，看到殷潇的时候，他无比恭敬地唤了声：师傅。还有我，我也要去。这几个月本圣子都快闷死了，好不容易放1天假，说什么也要出去逛逛。我要回家，你们想要逛街约着一起去就行了，我就不奉陪了。我已经3个月没有看到爷爷了，必须回叶家看一看。易云兰想也不想的拒绝，在这个世界上，她只有爷爷一个亲人了。3个月，好不容易才放假1天，怎么能不回去看看呢？你们也要多回去陪陪长辈，不要空了就想着逛街。时光看起来很久，其实很短暂。等你们成长起来以后，回头再看看父母，他们就已经老了，又或者身边的亲人也越来越生疏。大伙听了他的话后，全都诧异地看着他，不知道为何，他们竟然从他的身上感觉到了一种苍凉的悲伤感。哎呀，我们又不是去玩1天，就一起去逛一小会儿嘛，逛完之后再回家看你爷爷，行不行？算了，我还是不去了，你们去吧，我先回家了。既然你不想去逛街，那我们到你家府上去坐一坐，这总行吧？易云兰瞅着几个眼巴巴望着他的人，最终还是点点头。那行，走吧。姐姐抱，我走不动了。不会吧？平时锻炼的时候你比谁都跑得快，
完了后别人累死累活，你却像个没事人一样。你会走不动？关你屁事儿！殷霄冷冷地扫了他一眼，语气森冷，充满了威胁气息。可转眼他看向叶云兰，又恢复那可怜巴巴的模样，软糯糯地唤着：“姐姐。”好，姐姐棒。叶云兰是打心底里宠他，但凡不是过分要求，他都会毫无条件的包容。殷霄被他抱在怀里，还美滋滋的在他脸上亲了一口，看着楚仙离和叶晨一脸懵逼的样子，故意露出一抹狡诈得意的笑意。哎呀，小样，跟他斗，再练个100年都别想。爷爷呢？去哪儿了？老家主他，我爷爷他在哪儿？问你叶老家主人呢？五公主，三皇子。不是你别抖啊，我们又没欺负你，又没凶你，你怕什么？楚君义见到小美人儿一副害怕我见犹怜的模样，心疼的上去将她扶起来，又哄道：“别害怕，我们不会把你怎样，你只需告诉我们叶老家主去哪里就行了。”你知道我爷爷去哪儿了吗？小丫头一听，脸色有些苍白，摇头不敢说。她越是这样，叶云兰的心里就越是着急，说话也不再温柔。你倒是说呀！我不知道。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说是还不说，叶府也留不得你了。我求大小姐不要赶我走。不想离开叶家，就赶紧说我爷爷到底怎么了，他在哪儿？我真的不知道。你若再不说，本少主就把你劈成灰烬。是皇上不让奴婢们说的，奴婢只知道有一天老家主出门回来之后，好像受了很重的伤，之后陛下来看了老家主，然后就把老家主带走了，还说这件事情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你知道。陛下为什么不让你告诉我？奴婢也不知道。飞天白马，去皇宫。叶云兰从精神识海里把飞天白马召唤出来，牵起殷霄的手，坐在上面，直接朝皇宫飞去。哎，坏了！云兰这样硬闯皇宫，可是会被皇宫守卫诛杀的。做我的飞行兽，快些！天灵兽，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叶晨的契约兽，竟然是天灵兽。天灵兽都已经可以对付大圆满以上修为的人了。住手！是本皇子和五公主。属下拜见三皇子和五公主。叶云兰看了他们一眼，眼神中泛着感激之色，直奔青鸾殿。小少主，你怎么来了？陛下，请问我爷爷呢？叶老爷子去飞羽宗治疗伤势去了，放心吧，你爷爷不会有事。那里的丹药师比皇宫里的丹药师还好。我爷爷是被谁打伤的？仙云宗。很好，又多了一笔账要算。飞天白马，去仙云宗。丫头，去看了你爷爷之后就赶紧回来，明天精英学院还要继续学习呢。父皇，儿臣刚才好像听到叶大小姐说的是去仙云宗，而并非是去飞羽宗看叶老爷子。仙云宗。皇帝正在为叶云兰和殷霄的离开而感到高兴，天知道他面对殷霄的时候总有一种深渊恐惧感，无法直视他的眼睛。哪知一听叶云兰去错了方向，吓得立马让楚君义去追回来。坏了坏了，三儿啊，快和你妹妹去把叶大小姐追回来，快去，赶紧的。父皇，什么坏了？别问什么坏了，总之你们赶紧去把她给追回来。皇帝见他们不动，着急的直跺脚。她要是死了，整个赤炎国和夏东州都要完蛋，赶紧的，别杵着了，快去追呀！那丫头可是帝尊大人的心上人，她这么去仙云宗定是去闹事儿的，要是那群人把她给宰了，那事情就不是一般的严重了。是，父皇。叶晨，麻烦你再次把你的飞行兽召唤出来，我们一起去把云兰带回来。没问题。香香，要不你在这儿等姐姐？
如果今日天黑之前我还未回来找你，你就让小蝶带你回去。什么？你想一个人去仙云宗，是怕带上我会死吗？我才不要在这里等你，咱们要去就一起去，要回也一起回，把我丢在半路上算什么？小心等爹爹回来，我告诉他说你欺负我，让他打你屁股。叶云兰一阵无语，她就知道这小子肯定不会听她的话。果然如此，居然连他爹都搬出来了。不知道为何，一提到笑笑他爹，就想起了之前在猎兽森林的峡谷山洞里差点现身的事儿，一张脸噌的一下就红了。姐姐，你脸红什么？不会是喜欢上我爹爹了吧？怎么会呢？我就是觉得你爹爹长得好看了一点而已，没什么别的吸引我的地方。他是我的恩公，所以我尊敬他，也仰慕他的霸气凛然。殷霄愣住了，就这啊？走了，笑笑，我们继续赶路吧。叶云兰再次启动阵法，因为她不愿意一个人待在这里，也只好一起带上。小蝴蝶再次飞回她发鬓上待着。这群废物丹药师，连个疤痕都去不了。叶云兰，你这个贱人，本小姐定要让你死无全尸。想让本小姐死无全尸，你怕是在做白日梦呢。叶云兰，你是叶云兰？这里是仙云宗，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又怎么知道本小姐的闺房所在地？你竟然是神魔之体，能修炼黑暗元素，也能修炼其他元素。今天我来只想知道，前段时间打伤我爷爷的人都有仙云宗哪些人？来人啊！有刺客，快来人！仙姬因为之前被叶云兰挖回灵脉那个事情，以及屡次输给他，心里已经对他产生了阴影和抗拒。尽管自己修为现在已经达到了小圆满，可他就是忍不住的害怕。不要叫，没用的。这个房间已经被我布置了隔音阵，你就算叫破喉咙，也没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你若是如实禀报是哪些人伤了我爷爷，也许本小姐今天会让你死得干脆一点。哼，想知道？做梦！呸！你以为在我房间里下隔音阵，外面就真的无人知道我在这里面遇到危险吗？谁死还不一定呢。仙姬从怀里拿出一张传送符，笑得很是得意，还不忘故意刺激叶云兰。哼，看到我手中的传送符了吗？只要驱动它，我立马就能被传送到祖父那里去。到时候你和你身边的小贱种都会死在这里。哦，不，我不会让你死得那么痛快。我会打断你的四肢，让你看着我如何嫁给太子哥哥，今后又是如何统一整个赤炎国，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后娘娘。你还给我！哼，还给你？做梦呢！嘿，你！仙姬被他一巴掌打出了内伤，现在被这么一气，瞬间一口老血喷了出来。反派死于话多，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你自己了。你若是告诉我，我还可以饶你一命，甚至还会答应把你脸上的疤痕去掉，如何？去掉疤痕？不错，我可以去掉你脸上的疤痕。随即又从空间里取了一瓶灵泉出来。你若是不信，看看我的脸就知道了。我就是用了这个灵泉洗脸变白的。你若是想恢复以前的容貌，那就告诉我，是哪些人伤了我爷爷？是我太祖爷爷，还有我太祖父，以及我爷爷，还有宗门里的一些叔叔伯伯们。他们为何要打伤我爷爷？前段时间听说白云山出现了一头雷系天灵兽，于是大家都想去抓回来，契约驯服。中途遇到你爷爷，因之前的种种矛盾，所以爷爷就让太祖爷爷和祖父一起对付了他。只是没想到，最后还是被你爷爷给跑了。仙姬的话音刚落，叶云兰手中凝聚出和殷霄同样的紫金色雷电，一掌拍在仙姬的天灵盖上，头骨碎裂的声音狰狞的在房间里响起。仙姬轰然倒地，难以置信的看着叶云兰。像你这种人，就不配活在世界上。叶云兰将灵泉倒在手上，
似乎连杀了仙姬都觉得脏了自己的手。你不是说要让我看着你嫁给太子吗？还要母仪天下？哼，就凭你这种人，也配当智妍国皇后？还有，忘了告诉你了，楚俊轩在3个月前就被废了太子之位，想要嫁给他，等他下了地府之后，你们在地府成亲吧。不好，吉儿的命牌碎了。什么？吉儿的命牌碎了？这怎么可能啊？他才说要回去换身衣服再去修炼，怎么会？不可能，我的仙姬！快过去看看。是谁？是谁在搞鬼？一群老不死的，让你们欺负我太爷爷，本姑娘炸死你们！谁家小屁孩，赶紧出来！小姑娘，你说我们欺负了你太爷爷，你太爷爷是谁呀？千云宗老祖宗见自己的孙子被炸伤了，连忙过去查看伤势，并拿了一颗丹药给他服下。老夫看你丢出来的都是爆炸符，这是异族人才有的东西，你可是异族后人，我们从未对异族人出过手，何来欺负你太爷爷？小姑娘可否出现一下，我们当面说清楚行吗？我呸！本姑娘才不会上当呢，我要是出来了，你们还不得把本姑娘的毛薅秃了？不出来不出来！娘亲的隐形符就是好，这也太好玩了吧，可惜时间不能维持太长，得见好就收了。不知道哥哥那里怎样了，是他炸毁的东西更多，还是我的更多？不行，虽然我是妹妹，但是我也不能输给哥哥。蛋蛋想到这里，看着外面一群不知所措的人，再次丢出去一颗炸弹符。老不死的东西们，让你们欺负我太爷爷，这是你们罪有应得！炸死你们！炸死你们！蛋蛋狂丢了一会儿炸弹符之后，后背长出一堆凤凰羽翼，看着被他炸得头破血流的老家伙们，开心的飞走了。秦霜，夫人！啊！叶君伤心欲绝的仰天大叫，哭得撕心裂肺。一日之间，他的女儿和夫人接连被害去世，承受不住打击的他倒在地上晕厥了过去。小畜生，老夫要宰了你！爹爹，蛋蛋，你没受伤吧？放心吧，爹爹，我没事，而且刚才我炸了好多人，是不是很厉害？小畜生，刚才就是你在暗中搞的鬼，快说，你是用了什么法宝，竟然可以隐身？你才是畜生，你全家都是畜生，你们整个宗门都是畜生，畜生教出来的还是畜生。不对，说你们是畜生都侮辱了畜生，畜生还讲人性，你们连人性都没有。敬酒不吃。仙云宗老祖宗对这种油盐不进的人已经没有了耐心，手中凝聚火系灵力就要打向蛋蛋。后面2个字还未说完，冰霄释放冰系灵力，直接把他手中的火球都也给冰封了。本地的崽崽你也敢伤，活腻了！这边小金龙和小狐狸同样利用叶云兰给他的隐身符，将自己隐身在众人的视线里，走到哪里爆炸符就丢到哪里，整个藏书阁已经被他炸得所剩无几。是谁？给老夫滚出来！他周身威压尽显，迅速用神识探测，很快就锁定了隐身中的小金龙。又是一个小畜生！哼，本龙才不会站在这里被你打，老东西，衣服都不穿就跑出来遛鸟，恶心死人了！狐狸哥哥，我们走。等一下，这老东西先前在爷爷的生辰上羞辱爷爷和主人，今天不给他一点教训，咱们难以泄愤。小狐狸看到他那身破烂衣服，狐狸眼里蓦然勾起一抹狡诈的笑意。哼，
既然他这么不想穿衣服，咱们好人做到底，就让他什么都不穿，让他在自己的宗门里把老脸丢光。想到这里，小狐狸灵敏的身子骤然来到老宗主身后，一口狐火给他吐去。宗主身上着火了，大家快灭火呀！老宗主瞬间成了一个火球，周围的宗门弟子看见之后，连忙用水系灵力给他浇灭。一些女弟子看着一丝不挂被烧得灰扑扑的老宗主，吓得花容失色，吓得尖叫一声，背对着老宗主。小畜生，老夫要剐了你！快走！爹爹，你也太厉害了，蛋蛋好喜欢你。快走吧，赶紧与你娘亲和哥哥会合，离开这里。爹爹的绝杀技只能使用一次，现在已经耗费大半多的灵力了。爹爹，你什么时候才可以变成大人？蛋蛋想你大人时候的模样了。而且这几个月下来，我看你和娘亲一点火花也没擦出来。再这样下去，你媳妇指不定哪天看上别的男人，就嫁给别人了。到时候你连哭的地方都找不到。蛋蛋，你不会以为我真的要娶你娘亲吧？爹爹，你都把娘亲睡了，还不想娶？你妥妥的大渣男一枚。我什么时候睡了你娘亲？是我和你娘亲是睡在一起，但是我们什么也没做。你看我一副小孩模样，能对你娘亲做点什么？蛋蛋不是很懂，只知道爹爹和娘亲每天晚上睡在一起，还搂着一起睡。对呀，都睡在一起了，这不也是把娘亲睡了吗？哼，我不管，你要是不娶娘亲，我和哥哥就离家出走。你什么时候学会威胁人了？你要是带着哥哥离家出走，要是娘亲找不到你们会很难过的。这种想法以后不许再有了，知道吗？啊，娘亲会难过吗？蛋蛋一想到和小金龙出走，易云兰就会难过，于是赶紧把脑海中浮现易云兰哭泣的模样甩掉。不要，我们不要娘亲难过。蛋蛋最乖了。殷霄宠溺地揉了揉他的脑袋瓜，随后拉着他继续向易云兰所在的方向跑去，却在转身时撞到了小金龙。哎呦，我的鼻子！爹爹，我的鼻子也好疼。蛋蛋，小金龙，你们怎么样了？殷霄看着两个小不点儿均被撞倒在地，心疼的一手扶着一个起来，看着他们撞得铁青的脸，顿时像个猪鼻子一样，让人又好笑又心疼。疼！此地不宜久留，快走。爹爹，你居然有治愈光系灵根，娘亲知道吗？小金龙一边跑一边问，那眼神儿妥妥的你肯定完蛋了。你胆真肥，居然对着娘亲隐瞒秘密。爹爹，你不会真的欺骗娘亲，把光系灵根隐瞒起来了吧？你们哪只眼睛看到我欺骗你们娘亲了？还是亲耳听到我欺骗她了？她从来没有问过我是否有光系灵根，怎么就算欺骗了？说的好像有道理。蛋蛋，变回真身，载着我和你哥哥去你娘亲那里。好。一只5米宽大的金红色凤凰，周身燃着红色的火焰，霸气凛然的身姿，载着殷霄和小金龙翱翔在天空。快看，那是什么灵兽啊？我怎么看着像是书中记载的凤凰一样？怎么可能呢？凤凰在九州千万年来一直都只是存活在书籍里，现实中你看谁见过凤凰了？说的也是，难道是一种稀有的火系灵力的鸟？我觉得应该是，看它这模样似乎有点像金孔雀，说不定是金孔雀进化了，反正不是凤凰。大伙不断议论，看着蛋蛋的真身很是羡慕，就凭这又飒又彪的身姿，肯定是一只天灵兽级别以上的灵兽。我要是也能契约一只这样的灵兽，此生就是死也无憾了。你做梦呢？没看到人家背上坐着人吗？更何况自己的修为在哪里，心里没点数吗？
也就是说说而已。再说了，谁不想契约一头强大的契约兽呢？主人，蛋蛋和小金龙以及笑笑身上的隐身符，时间应该已经到了，也不知道在外面的他们怎么样了。我知道，所以我们得赶紧出去。哎呀，终于出了一口恶气，真他妈的爽！只可惜啊，这次没有彻底毁了那仙云宗。况且你这次把人家宗门里的聚灵珠都给拿走了，他们想要再次恢复以往的盛气，怕是几十年期间都不可能了。哼，笑笑，谢谢你啊！说是这次没有你，只怕我在仙云宗难以脱身了。不用谢，我那是自愿帮你。这丫头就是仗着她的宠爱，才有如此底气去报复仙云宗的。头一次被他依赖的感觉似乎还不错。不过就算没有自己，以他会空间转移阵法的技能，小小的破坏一下仙云宗，再溜之大吉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对了，你是什么时候把人家宗门的聚灵珠给顺走的？那啥，就是你和蛋蛋还有小金龙在与那些弟子们战斗的时候。呵呵。什么？娘亲，你居然在我们辛苦大战的时候去偷宝贝！原来我和哥哥以及爹爹在你心中连几颗破珠子都比不上，比不上！不是，你们误会我了，真的。笑笑、蛋蛋，你们要相信我。易云兰看到蛋蛋伤心哭泣的样子，心都揪成了一团，连忙解释。哎呦，我这不是看你们还能抵抗一会儿吗？就想着把仙云宗的聚灵珠顺走之后，会对他们造成巨大的损失。要知道他们宗门里的弟子可是只有核心人员才能去修炼塔修炼的，而修炼塔里面灵力浓郁，最主要的就是这聚灵珠。我也是算好时间，见好就收，想着你们差不多的时候就赶紧去找你们的。真的吗？真的，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在我心里你们比宝贝还宝贝呢。娘亲，我就知道你最爱我和哥哥还有爹爹啦。易云兰愣住了，只要一听到蛋蛋叫笑笑爹爹，他就忍不住的看笑笑一眼，心里很是尴尬。要知道他也只是个几岁的小屁孩呢。也不知道为什么，蛋蛋和小金龙看到笑笑就叫爹，改都改不过来。而他们看到笑笑的爹也叫爹，他真的是无言以对。笑笑，你怎么脸红了？哪有脸红？你看错了。你眼睛有问题，我怎么可能脸红？你看你脸都红到耳根子后面去了。易云兰指了指他的耳垂，怕他是生病了，于是又用手摸了摸他的额头。奇怪啊，你也没生病发热呀。我好好的，没生病。娘亲，我想哥哥了，想进去和哥哥玩一会儿。蛋蛋看着殷潇红扑扑的小脸儿，窝在易云兰的怀里，捂嘴轻轻的偷笑了2声，很是知趣的主动要求进空间。好。易云兰没有多想，把它收进了空间。小蝴蝶见状，也知趣的变小，飞到了发鬓上，将气息全部都收起来。笑笑，你真的没事儿？易云兰凑近点儿，再次确认他是否有事儿。可接触到那张与他爹一模一样的脸时，心跳骤然加速，下意识的避开视线。那个笑笑，问你个私事儿可以吗？什么事？就是你爹现在真的是单身吗？没有妻妾，又没有相好，没有心上人，只是孤身一人的那种？当然孤身一人，我爹可是单身了1000年，至今都没有过女人。殷潇抬眸，就看到他那张红彤彤的小脸上，出其不意的来了一句：“你的脸怎么也红了？不会是生病发烧了吧？”啊，还好你爹是单身。你知道吗？2个多月前我在猎兽森林碰到你爹，那时候他正在发作寒毒，我当时为了救你爹，差点把他给睡了。最后我担心你爹有家室和心上人，于是我就放弃了。最后换成用身子给他保暖。
好在最后他挺过来了。什么？他怎么不知道当时差点被他给强了？只知道烈阳毒发作时被他给救了，却不知原来他早在寒毒发作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救他了。笑笑，你别生气啊，我这不是没睡的你爹吗？放心放心，我不会成了你后娘的，我永远都是你姐姐。哼，幸好你没把我爹给睡了，不然他体内的寒毒会让你也跟着中毒，到时候你每月也要忍受2天的寒毒发作期间。休息的差不多了，我们进去吧。半刻钟后，两人来到飞羽宗的宗门内部。哈哈，你爷爷就在里面，进去吧。有什么事吩咐外面的下人，老夫还有事，就先忙去了。谢谢宗主爷爷。不客气，你爷爷现在应该没有休息，快进去看看吧。飞天昂笑着摸了摸下颚的胡子，看着叶云兰的视线变得赞许起来。想不到上次见你，你还是个黑不溜秋的煤炭娃娃，这才3月不见，你就变成一个绝世大美人了，就是还是和以前一样瘦，要是再长点肉就好了。他这眼神儿就好似在看自己的未来孙媳妇一样。殷霄拉着一张俊颜，满脸都是森冷的寒意。那我先进去看爷爷了。叶云兰点点头，推开门走了进去。爷爷。兰兰，你怎么来了？爷爷，你怎么伤成这样了？我没事，就是不小心骨折了而已。不小心骨折还是被人围攻打骨折的？让我猜猜，都有哪些人打了你？仙云宗宗主，仙云宗老宗主秦霜，仙云宗副宗主啊，也就是那只野鸡的二伯。让我再想想，应该还有仙云宗的精英弟子们吧。让我再猜测一下，您是以一敌十，威风凛凛，还是人家玩虐您，还是……停！叶灵听他越说越离谱，连忙阻止他继续说，真怕自己没被打死，倒被他给气死了。你这臭丫头，就不知道说点爷爷的好处吗？爷爷，其实您不用瞒我了，我知道是仙云宗的人伤了您。陛下明明答应我要给我保守秘密，不让你知道，没想到他还是告诉你了。而且我也知道，您回去找那只灵兽，其实也是因为想驯服回来给我契约，对不对？爷爷，您告诉我，您身上还有没有其他伤势？那个兰兰，爷爷有些口渴了，你帮我倒杯水好吗？好。爷爷，你身体可有其他不适的地方？没有。那你身上还有别的伤势吗？没有了，没有了，就手臂被打骨折，多养几日就好了。爷爷，喝水。易云兰将老爷子缓缓扶了一点起来，喂他喝水。老爷子喝完以后，他把碗顺手递给殷霄，在老爷子出其不意的时候，一把掀开盖在他身上的被褥。兰兰，你干什么？这就是你说的没有了？易云兰伸手在他的肋骨上轻轻地按了一下。痛！臭丫头，你想谋杀亲爷爷吗？不是没受伤吗？怎么会疼呢？神识探测着他的身体，发现他胸膛两边的肋骨全部断裂，绑着木板的右手更是粉碎性骨折。好个仙云宗，今天没把他们全灭，真是气死。等等，兰兰，你刚才说你今天差点把仙云宗全灭，是什么意思？你去仙云宗了？对啊，
不过只是毁了仙云宗一半的建筑物，顺便把他们的修炼塔给炸毁了，还顺走了10几颗巨灵珠而已。毁了一半建筑物，炸了修炼塔，顺走10几颗巨灵珠，还而已。哦，对了，笑笑顺便还杀了仙云宗的老祖宗呢。蛋蛋把秦霜给炸死了，我也把仙姬杀了，但老祖宗也被我气死了，所以也算是出了口恶气吧。等我以后变强了，定要彻底毁了那仙云宗。笑笑杀了仙云宗老宗主，你是怎么做到的？他的修为可是大神境巅峰。就那么灭了呗。倒是你体内的阴邪之气是怎么回事？殷霄从龙之戒里拿出一颗极品圣品生骨丹，递给他。这颗圣品生骨丹给你，记住，只有1颗，以后把自己保护好。要是再伤成这样，可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能有圣品生骨丹给你治疗了。极品圣品生骨丹。叶老爷子看着这枚丹药，下意识地咽了一口唾沫，虽然心动，却没有接过来。不行，这丹药太珍贵了，肯定是你爹留给你的，还是留着你自己有需要的时候用吧。老爷子我身子骨还硬朗得很，多多调养一段时间就……吃颗丹药还婆婆妈妈的。叶老爷子还未说完，殷霄直接把丹药弹到他嘴里，咕咚一声咽了下去。小小你，哎呀，浪费呀！你这太浪费丹药了。浪费丹药怎么了？那也是浪费我的丹药，又不是你炼制的。哎呀，你就别嘀嘀咕咕的了，只要能治好伤势，别让姐姐担心就行。还是说，你觉得姐姐看到你这副伤痕累累的身体不会难过，不会心疼？笑笑，谢谢你。不客气。爷爷，我刚才听笑笑说您体内有阴邪之气，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但是跟仙云宗的人绝对有关。之前我被他们重伤后逃跑时，不知道是谁一道灵力打入我体内，顿时让我体内灵气混乱，差点被他们给追上。后来幸亏我被同样出去寻找雷灵兽的飞羽宗宗主给救了，并躲过他们的追杀，这才幸免一劫。仙云宗的人会邪术？我就是怕你会卷进这些是非当中，又怕你担心我受伤，所以爷爷才让陛下隐瞒着你。没想到如今你又炸了他们宗门，往后麻烦是会连绵不断了。这有什么怕不怕麻烦呢？仙云宗的人敢入邪道，那就敢灭了他们，难不成要等日后他们发展强大起来，殃及国家，祸及百姓？说起炸仙云宗，兰兰呀，爷爷问一下，你和笑笑两人是怎么做到的？我之前不是去过一趟幽光秘境吗？不仅在里面得到了一些宝贝，无意间还捡到了几大爆炸符和炸弹符，就是威力不怎么大，不然一张炸弹符就足够把仙云宗给炸个稀巴烂了。你这是走了狗屎运了吗？怎么什么好处都被你捞完了？叶灵一副不信的样子，怎么看他都像是在说谎，偏偏他又找不到证据。好痒。与此同时，殷霄给他服用的丹药也开始起了效果，骨头愈合的生长让他浑身像是爬满了蚂蚁，恨不得把肉给挖出来，使劲的挠骨头。哎呀，你坚持住，不要去挠，半个时辰之后，你的骨头就会全部愈合。你若是现在去挠了，触碰到了生长的骨头，若是长歪，那就和残废没什么区别了。啊，兰兰，你看我们欠了人家这么大的人情，也无以为报，要不等笑笑长大后，你以身相许如何？嫁不成他爹，今后嫁给他总行了吧？爷爷，您的想法还真是绝了。小徒弟，
为师感觉到你身边有一股阴邪之气，是怎么回事啊？精神识海里的吴昕刚醒来，就感觉叶云兰身边有阴邪之气，嘴角勾起一抹兴奋的笑意。快让为师占据一下你的身体，把你身边的阴邪之气给吸收了。师尊，这阴邪之气也能让您神魂有所恢复？小徒弟，你真想知道？师尊，您说话能不能不要这么勾人啊？我是个女人，还是你徒儿？哎，什么勾人啊？我什么时候勾引你了？你是个女人，有什么好让我勾引你的？师尊，您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看来你还是想知道，其实告诉你也无妨。吾乃洪荒神尊，不惧世上任何妖魔。师尊，你莫怕是个洪荒魔尊吧？哪有神尊会以妖魔为食的？你说是吧？臭丫头，连师尊都敢调戏了？叶云兰淡笑不语，再次看向在房间里左蹦右跳的叶老爷子。啊，爷爷，别跳了，快坐下。我有法子去除你体内的妖邪之气。你说什么？我说我有办法去除你体内的妖邪之气。来，坐下，待会别乱动啊。我都被你按着坐下了，我还有选择吗？等等，兰兰，你说你有方法去除我体内的阴邪之气，那会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影响？没有，你放心吧。可据我所知，一旦被妖邪侵入体内的人，最终结果不是被侵染成同类，要么就是成为傀儡。你又准备用哪种方法给爷爷去除妖气啊？哎，对呀，兰兰，你准备用什么方法？哼，这老头子，本尊真想给他一棒槌，敲晕他得了。师尊，那是我爷爷。我知道，要不是你爷爷，本尊可能会直接捏死他。行了，你再跟他磨叽，他还是会怀疑你说谎。赶紧进入冥想状态，后面的事情交给为师来处理就行。好。叶云兰点头说了声好，一手按着老爷子不让他乱动。爷爷，别多想了啊，一切交给我。说完，他闭了闭眼，眨眼间便进入冥想之中。待他再次睁眼时，神魂已经进入了精神识海。哪知刚进来，一道天雷就劈在他的身上。我去，怎么回事？这不是我的精神识海吗？怎么连我也劈起来了？主人，你怎么也被雷劈了？我也不知道啊，这玩意儿怎么回事啊？以前进来的时候不是没劈过我吗？今天怎么回事啊？主人，你也有今天。想当初我被劈得浑身毛发漆黑的时候，真是可怜极了。你们两个兔崽子很高兴是吧？叶云兰飞身来到两只兽兽身边，气势威严，一手提着一只兽兽。不是要笑我吗？那你俩就陪我一起被雷劈吧。不要，主人！你怎么？我怎么？没什么，就是让你一会儿不要出声，怕你扰乱我心神。去床上坐着休息吧。兰兰，你的声音怎么成这样了？别动，我要开始吸收你体内的妖邪之气了。此时，叶云兰悲催地发现，她竟然无法掌控精神识海里的雷电了。而且被劈了几次之后，她不但没有受伤，神魂好像比以前更坚固了一丢丢。主人也太可怕了，这才多久，竟然习惯了精神识海里的紫雷。主人这是天赋好，不然哪有这么快适应被雷劈啊？小徒弟，为师已经帮你爷爷把体内邪气全都吸收完了。谢谢师尊。哎呀，不行，本尊千万不能被那个小变态找到，被他找到的话，这个大陆怕是就毁了。看来以后只要不是小徒弟要死了，本尊还是别出去好一点。师尊口中的小变态好像很强的样子，提起他，师尊都脸色巨变。废话，
你见过师尊平时有害怕过什么东西吗？能被他说成小变态，那肯定是一个穷凶极恶、十恶不赦的大坏蛋，连师尊也打不过的人，所以才会提起他脸色巨变的。圆圆，你说师尊会不会是在线逃跑小娇妻？你觉得师尊像是小娇妻那种人吗？他虽然妖娆，给人一种风情万种的气息，可他那浑身上下与生俱来的气质和霸气凛然，动动手指都能把咱们给灭掉的人，会是小娇妻？我看是个凶婆娘还差不多。说的也是。你们两个很闲是吧？吴昕忽然来到一狐一马的身后，一手拧着小狐狸，就坐到了彼岸花血月上去。他双眸笑眯眯的，一手将小狐狸抱在怀里。本尊是个凶婆娘，师尊，您刚才肯定是听错了，我没说您是凶婆娘，不信您问小白。小白，你说是吧？他把视线看向小白，想让他跟自己一起撒个谎，哪知那家伙跑得早就没有影子了。小狐狸愣住了，这就是过命的兄弟？师尊，您貌美如花，倾国倾城，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人，也是天底下最美的女人。知道就好。可本尊现在很不高兴，今天得让本尊撸一天的狐狸毛毛，不然……小狐狸瞬间觉得一道雷电咔嚓一声劈在他的脑门上，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吴昕已经开始疯狂地撸他毛发。哎，对了，你和笑笑的孩子呢？我想他了。什么孩子？就是那颗蛋呢，管你叫娘亲，叫笑笑爹爹的那颗黑不溜秋的蛋。他将空间里的两个孩子召唤出来，蹲下身子，温柔教导：蛋蛋，小金龙，叫太爷爷。太爷爷刚刚说想你们了。太爷爷好。这俩孩子是蛋的，他们是蛋的。叶老爷子睁大双眼，不可思议地盯着两个小奶娃。这怎么头上还长角和冠了呢？太爷爷，这是我的龙角。太爷爷，这是我的凤冠。爷爷，既然您身体已经好了，那就和我们一起回去吧。叶云兰算着时间差不多了，将两个孩子再次收进了精神空间。叶老爷子以为这俩孩子是神兽，没有多想，以为他被收进了精神识海。与飞羽宗的人道谢和感激之后，几人这才离开。什么？他们走了？我猜想云兰这次肯定是用飞行兽载着叶老爷子回去的，不然他有黑暗元素灵根的事情还不得曝光啦。很有可能，我们继续追，说不定还能追上他们。师尊，爷爷说仙云宗的人身上有阴邪之气，您要不要？不要，为师说什么也不会再出精神识海了。为什么？吸收邪气不是对您神魂恢复有好处吗？哎呀，别问为什么了，问就是不知道。师尊，你是不是在怕什么？兰兰、笑笑，你们快看，前面那片山林就是我们发现雷灵兽的地方，也不知道那只兽有没有被人抓走，要不我们过去看看？爷爷，我现在已经有契约兽了，其他的不着急。你不着急，笑笑总着急吧？笑笑不是也有雷系灵根吗？让他去契约雷灵兽也行啊，这可是雷灵兽。雷灵兽可是比冰灵兽还稀有，你居然不着急？我也不着急。你们两个，哎，算了，你们的事情老头子我不管了。臭丫头，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去仙云宗闹事，你有没有哪里受伤啊？还好吗？臭小子，让你别叫我臭丫头。师傅，您呢？有没有受伤？我也没事。不是要去逛街的吗？怎么跑这儿来了？还不是你，忽然说要去仙云宗，父皇反应过来之后怕你受伤，就让我们赶紧把你追回来。哪知你竟然会空间阵法，我们三个人飞半天，你半个时辰就到了。
话说云兰，你是怎么做到把仙云宗给炸成那样的？而且还一点伤都没有，太让人好奇了。叶云兰听他说自己会空间阵法，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叶晨。你放心，他们答应过我，会帮你保守这个秘密。随后拿出几颗聚灵珠放在中间，故意的转移话题。那啥，这是我在仙云宗捡到的聚灵珠，现在给你们一人分一颗，怎么样？我仗义吧？哇，居然是聚灵珠！我的天哪，这也太爽了吧！谢谢你，云兰，你真的太仗义了。叶晨，你怎么不要啊？这东西我们一族有，而且我本身就随身带着一颗，自然不需要。那啥，看我都这么仗义的给你们分宝贝了，今日之事，你们是不是也应该为我保守秘密呢？今日仙云宗的事情，就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发生，知道吗？知道了。哎呀，放心吧，云兰，我们肯定会帮你保守秘密的。两兄妹也太好哄骗了吧！叶云兰，这次看你往哪里逃！老夫就知道，你炸了我仙云宗后，会去飞羽宗找你爷爷，而这里是唯一回皇城的路，在这里守株待兔，必定是抓到你最好的时机。兰兰，你们快走，这仙云宗的人全都入邪了。你以为你们逃得掉吗？女人，以后我不能在赤炎国陪在你身边了，照顾好自己，等你变强大的那一天，记得来找我。你是恩公，也是笑笑，对吗？是。我早该想到的，你就是他，他就是你。哪有4、5岁的孩子懂的东西比大人还多的？其实仔细一想，就能发现很多问题，只是我不愿去想。我的心下意识地相信你不会伤害我。为何如此信我？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心里的直觉告诉我，你不会伤害我。可我还是有个问题很疑惑，你为什么会不远万里前来寻我？还是觉得我在中州的时候救过你，你想找到我，报答我对你的救命之恩？如果是这样，那我们也算两清了。我救了你2次，而你救我却不止2次。如果说我只是对你感兴趣，你会不会生气？我为何要生气啊？尽管你欺骗我，可认识这么久以来，你从未伤害过我。你是中州遗忘之城被人弹至色变的低尊大人，身上还能中这么多毒，想必你也一样，从一开始对我小心翼翼，到逐渐对我产生亲情的感情。你用小孩模样在我身边生活，我是你姐姐，你是我弟弟。久了之后，这种亲情感觉越来越深，所以你也越来越怕我知道真相之后会生气你欺骗我，对不对？亲情感情？去你大爷的亲情感情！本尊万里来寻你，就只为和你发展成亲情关系。你以为本帝是小孩这么好哄吗？还亲情？亲情会让你差点强了本帝，亲情我会为你留在这破地方好几个月。那啥，我那次也是为了救你不得已才想到那种办法的。再说了，我不是也没把你强了吗？你就别再提了好吗？看来你是完美的避开了我话中主要的意思。殷霄哭笑不得的在他的额间吻了一下，嗓音磁性的让人着迷。小丫头，快长大变强起来，我在遗忘之城等你来寻。这是我的逆鳞，送给你，就当是报答你对我的救命之恩，切记不是在生命垂危的时候不能使用它，知道吗？逆鳞？龙之逆鳞？恩公，你的真身不会是条龙吧？记住，本帝的这个秘密在整个九州大陆都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还有，据我猜测，你的真身是凤凰一族，若是要觉醒的话，最好是在一个无人之地，并且这个秘密也要保护好，不能让第2个人知晓，知道吗？
叶云兰点了点头，握着手中的龙之逆鳞，竟然有些不知所措。如果他没猜错的话，龙之逆鳞只有遇上心爱之人，他们才会送出自己的龙之逆鳞。我停留在赤炎国的时间不多了，动用了那股力量后，中州的人很快就会发现，并且找到这里，这样你我都会陷入险境。看着死去的一群仙云宗人，冷声道：仙云宗如今肯定被邪修者占领了宗门，今后你们行事要小心。放心，待我回中州之后，定会让人来帮你踏平整个仙云宗，永绝后患。不用了，你回去之后好好的保护自己，早点寻找到解药，把体内的毒素去掉才是。还有就是，以后你每次寒毒和烈阳毒发作的话，可以来找我帮你解毒。虽然我不能帮你彻底解毒，但似乎我能缓解你体内的毒素，至少让你不用那么痛苦。一霄轻轻地嗯了一声，伸手放在他眉间，一道灵力打在凤凰神印里面。我把你的凤凰神印暂时半封印了起来，外人看不见，只有你自己才能感知到。切记，凤凰可涅槃重生，一旦彻底觉醒，你身上的每一滴血都无比尊贵，会让大陆上的人疯狂抢夺。如果实力不够强，千万不可擅自觉醒，知道吗？知道了。恩公，可以告诉我你的真名叫什么吗？阴霄。阴霄。是阴霄，不是阴笑。对不起，是我冒犯了，原谅我好吗？你这态度，本地感受不到半点道歉的真诚。阴霄细长的手指再次摸向他洁白如玉的脸，嗓音带着蛊惑人心的磁性。想要我原谅你也不是不可以，叫声萧哥哥来听。抱歉啊，我喊不出来。既然不愿意，那就算了，日后有缘再见。他凝聚出硕大的洁白羽翼，头也不回的消失在他眼前。为什么会这么疼？他摸了摸脖颈上的龙之逆鳞，想到阴霄刚才那失落离开的眼神。小蝶，快带我去追他。哎，抱歉主人，他修为太高，我追不上。追不上了吗？叶云兰的心里失落极了，但更多的是自责难过。可他真的做不到，用娇滴滴的声音腻歪的唤别人哥哥，只要想到这里，他就想起那对渣男贱女。对不起，小小。想到山林的爷爷和伙伴们，他再次启动空间转移阵法，消失在战场。气息还在，赶紧追！这次务必将他活捉回去，否则大地基那里不好，他的气息已经全部消失在这个国家了。混蛋，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他。老大，遗忘之城的帝尊走了，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啊？这要是空手而归，大地基那里又怎么交代啊？老大，那边好像有人，我去撞来问一下。领头之人缓缓地闭上双眼，用神识感知着这里所有的气息。待他睁眼之后，嘴角勾起一抹阴冷的笑容。老二，这里还残留着活人气息，似乎往老三那个方向去了，我们追过去看看。是，大哥。叶云兰离开后，眼看要到那片山林了，却忽然感觉到后面有几道强大的气息直逼他这个方向而来。主人，这威压让我好难受。小蝶，再坚持一下，等到了那片山林，我们找到爷爷他们就走。不行了，主人，他们的修为非常强大，而且还有尊兽级别的飞行兽，修为起码全都是在大神境以上的境界，而且他们离我们越来越近，威压也越来越强，我都快呼吸不了了。小蝴蝶说完，就难受地向地面上坠落而去。对不起，主人，小蝶真没用，连这点距离都跑不了。小蝶，叶云兰一个意念将小蝶收进了随身空间，
而他任由自己向地面坠落，直到最后的1米距离，他连忙闪身进入了空间，气息也瞬间消失不见了。人呢？怎么会不见了？而且气息还是在这里消失的。云兰，我师父呢？三哥，你先别吵云兰，他好像也很着急的样子。他们又来了，还有1000米距离就到我们这里了。三皇子放心，你师父他没事。现在我没时间跟你们解释了，我要马上启动空间转移阵法，带你们一起离开这儿，不然所有人的命都得交代在这儿。怎么了，兰兰？难道你认识那几个修为强大的人？不认识。叶云兰摇了摇头，随后启动阵法，带着所有人消失在这里。中州那3人刚追到这里，眼看就要捉到叶云兰他们时，结果又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消失了。可恶！领头人气得仰天怒吼一声，愤怒地释放着体内的火气。方圆5里内的所有树木生灵，在这一刻突然被烧成了灰烬。老大，怎么办呢？他们全都跑了，怎么办？怎么办？你就知道问怎么办？这次再不给大地基把人带回去，我们就不用回去交差了。堂堂一望之城的帝尊，会出现在这种小地方，与一群不入流的人混在一起，关系必定不浅。只要抓到他们，带回中州大地基那里，再利用他们把那个人引出来，这不也一样吗？是吗？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帝尊，我们大地基有请，还望你跟我们走一趟。他有请，本帝就必须去。他算哪根葱？配吗？既然你不配合，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就凭你们也配当本帝的对手？朱雀，主人，这是传闻中的朱雀。大哥，要不我们快逃吧，这玩意儿不是我们能够对付的东西。想逃？那也看你们还有没有命逃。朱雀，一个不留。是，主人。3人死后，他们的飞行兽也在这一刻大伤元气，修为直接掉半，从尊灵兽掉到地灵兽修为。朱雀并未放过他们，而是一起诛杀之后，这才回到殷霄身边。主人，已全部清理完毕了。兰兰，我们就这么走了。笑笑那孩子咋办？他怎么样了？笑笑他，兰兰，我师父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放心，他没事。笑笑他被他爹带回去了。被帝尊大人带走了呀？还好，还好，只要笑笑没事，我就放心了。当看到他发鬓上的白玉簪子不见了时，老爷子脸上的笑容骤然一僵，着急问：兰兰，你头上的白玉簪子呢？簪子？叶云兰伸手摸了摸，发现头上一直戴着的白玉簪子竟然不知何时掉了。小蝶，你知道我的白玉簪子最后印象是什么时候见到的吗？主人，我不知道。之前逃命的时候，我们一起进了空间，你就没把我带出去呢。不过我记得进空间之前，那簪子还在，应该掉在你后来逃跑的路上了。不行，我得回去找。叶云兰想到娘亲留给她的簪子掉了，这心里就难受的要命，将飞天白马召唤出来，准备载着她回去寻找。兰兰，不要去，那边太危险，而且你身体灵力还未恢复好，这么过去很危险。何况刚才那几道威压太强大了，你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即便我们一起回去，怕是也不能在人家手里过上一招。没事的，爷爷，我这次回去做飞天白马，不用消耗灵力来布置空间阵法，期间我会慢慢恢复，您不用太过担心的。不行，
爷爷不能让你去。若你实在想去，爷爷代替你去，反正你不能去。爷爷，我自己去就行，真的，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掉了就掉了，不就是一根白玉簪子吗？而且还那么普通，回头我送你一根更好的便是。这好不容易才逃生出来，难道因为一根簪子准备回去送人头？哎呀，就是一根簪子而已。云兰，你就别回去寻找了，我请更多的是，到时候带你去挑选，你想要多少就拿多少。好了，你们先回城里吧，我去找回簪子就回来。云兰，云兰，臭丫头，出去找个簪子找这么久？我很好，没事儿，就是白玉簪子没找到，不知道被谁捡走了。三皇子，不好了，宣王他造反了，陛下目前已经被控制，还说这一切都是叶大小姐逼他的，若是不把叶大小姐的人头提过去，他就把陛下杀了。什么？大皇兄他竟然敢造反？他怎么能这么做？大皇兄这是为什么呀？难道就因为父皇废了他的太子之位？走吧，去皇宫看看，他不是想要我的人头吗？我这就给他送过去，看他有没有命来拿。云兰，你不要去了，他这次不仅想造反，目的还有你。你若是去了，他定会让人把你杀了的。哼，老夫这就去聚集叶家军，就不信他宣王还真能反了不成？本圣子现在好歹也是皇家精英队的学员，这赤炎国皇室有变动，再怎么也应该尽点心意。看你嘴角都快笑开花了，赤炎国皇室叛变，你就这么开心？这你们就不知道了。今日我异族出生了一位小宝宝，不知哪家人生了小宝宝，真想现在就回去看一眼。你们异族生了小宝宝，你怎么知道？你又没回去，而且不就是出生一个小宝宝吗？又不是你媳妇生的，你这么高兴干嘛？天底下每天都有很多新生儿出生，难不成每一个新生儿降临，你都要乐呵的笑一下？当然值得高兴，对你们来说，每天降生一个新生儿很常见，但是在我们异族却不常见。新生儿降临时很隆重，会举足同庆。至于我是怎么知道的，这就不方便告诉你们了。你们异族好有意思啊，有机会真想去看看。可是现在父皇有难，我和三哥哥必须前去营救，你能不能再次把飞行兽召唤出来，载着我们过去？拜托了。你没发烧啊？怎么脑子坏掉了？你才脑子坏掉了。既然你脑子没坏掉，那你抽什么风啊？平时泼辣的像颗朝天椒，刚才却突然发骚一样的眨巴着眼睛，还拜托了，真是肉麻死了。叶晨，你个混蛋你！本公主再也不理你了。不理就不理，想与本圣子搭讪的女人多的是，不差你一个。千影猫，麻烦你带我回皇宫。他气得把千影猫招呼出来，待千影猫变得有2-3米高、5-6米长的时候，他飞身上去，气愤地离开了。千影猫临走时，还回头对叶晨喵呜了一声。小气鬼，这就生气了？你们刚才听到了吗？那只猫是不是在骂本圣子？活该你被骂。我仙女这仙离，他此时一个人回去很危险。叶晨，把你的飞行兽召唤出来，带我去一个地方。叶云兰追到楚仙离后，见他还要继续往皇宫里冲，便拦住他。仙离，你不要冲动，当务之急我们得先想一个对策。云兰，你不要阻拦我，我要回去救我父皇的，还有我的母妃呢。仙离，你觉得身为一个被废掉太子之位贬为王爷的人，他有多大能耐可以光明正大的造反？他若不是精心策划，背后有人，又岂会造反？可是你不知道，楚君轩的母后一直都看不惯我母妃，因为我母妃长得像三哥哥过世的母妃，父皇一直很宠爱她，所以皇后娘娘明里暗里都想除掉我母妃。说不是我母妃聪明才智，颖悟绝伦，屡次躲过她的设计和手段，只怕早就和三哥哥的母妃一样，被她设计而死了。可皇后娘娘不是前几年闭关修炼了吗？难道她突然出关了？
可这样的话，我们不可能不知道啊，除非他是今天才出关呢。所以你不要阻止我了，我要去救我母妃的。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贸然前去不但不能救你的母妃，甚至可能还会把你自己赔进去。我不是让你胆小懦弱、贪生怕死的拖延时间，只是想让你知道，以你现在的修为闯皇宫，不但人救不出来，还会搭上自己一条命啊！所以你这么鲁莽前去又有何用啊？如果横竖都是一死，那你为何不留下来从长计议？我们想一个好的对策，再去营救你的父皇和母妃，这样也许还有生的希望啊！但是你不商量对策就前去的话，那么只有一条路，必死无疑。是冲动，还是冷静下来，你自己想清楚。若你还想去，我不会再阻拦了。楚仙离思考了一会儿之后，突然他和叶云兰两人眼睛同时一亮。严一和严二老师，若是严一和严二老师加入的话，那他们就放心了。仙离小心，火之冲击！你小心点，我们两人现在的修为都没有楚君轩高，今日若是想打败他，只能智取。是，你也要多加小心。圆圆，你注意楚君轩手中那只幻兽狐狸，它也是一只天灵兽，但是比它身下的飞行兽修为还要高一些，是一只7阶天灵兽，相当于人类高级小神境强者了。叶云兰说完之后，嘴角勾起一抹皎洁算计的弧度，又用神识对着小狐狸说：找准机会，用你的技能覆盖着那只幻兽狐狸的幻境，让这个幻境变成幻境中的幻境。好的，没问题。楚君轩这个时候已经在发狂的边缘了，周围狂风四起，周边树叶被吹落一地。与此同时，他怀里的紫色狐狸也缓缓地睁开了那双狐媚勾人的紫色眼眸，魅惑的好似能把人的心魂勾走一样。好漂亮的母狐狸啊！紫狐，本王要你让他们全部在痛苦中死去，窥探他们内心深处最恐惧的事情，让他们一遍一遍地回想，慢慢折磨致死。小紫狐紫色的眼眸中闪过一道抗拒的光芒，被这样恶心的男人抚摸皮毛，简直就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耻辱。偏偏他还被这个人给强行契约了。乖乖听话，按照本王说的去做，否则你们紫狐一族就等着灭亡吧。小母狐，本殿下来了。小狐狸口干舌燥地咽了咽唾沫，一双眼睛不断地冒着粉红泡泡，满眼都是小紫狐勾人摄魂的模样。圆圆，你做什么？臭公狐狸，给老娘滚蛋！前脚轻轻一点，紫色光芒再次将整个幻境笼罩了。叶云兰眼前的景物忽然回到万年之前，上万异族人惨死的那一天。哼，好你个叶云兰，本王就说嘛，对本王倾慕已久的你，怎么突然转型？原来这具身体里早就换了一个灵魂。哼，有趣，真是有趣。尤其是看到叶云兰前世被剥皮抽筋取骨的惨死状态，他整个人都兴奋了起来。你说本王这一世让你比上一世死得更惨如何？想不到你变白以后还是一个绝色美人儿。你说本王要不要先让你尝一下男女结合的滋味之后才杀你，还是直接把你折磨致死呢？楚俊轩的眼神骤然变得阴狠至极，狠狠地甩了叶云兰一个耳光。至于你身边那个小贱种，放心，本王就是挖地3尺也会把他召唤出来，让他死无葬身之地。不要，三哥哥不要娶别人。正当他想对叶云兰做不轨之事时，旁边的楚仙离忽然伤心欲绝地大哭起来。他梦到了自己爱了多年的男人正在娶别人。楚俊轩看到这一幕，觉得很是不可思议，随即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本王的好妹妹，想不到你竟然连自己亲哥哥也喜欢。你说这个秘密要是公布天下，
让整个赤炎国的人都知道，众人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你和我那个好弟弟又会是哪种下场？幻境外的叶云兰和楚仙离早已经把这一切看在了眼里。仙离，你怎么可以喜欢上你的亲哥哥呀？其实三哥哥不是父皇的儿子，他的父亲另有其人。这个秘密是我5岁去找父皇时，不小心听到他对着三哥哥娘亲画像说的。而这个秘密目前除了我，没有第3个人知道，就连三哥哥也不知道。可这个秘密不可能公布于众。我知道不应该喜欢三哥哥，可感情的事情根本就无法控制。易云兰除了叹息一声，也只能给他一个拥抱的安慰。云兰，你快看楚俊轩，你看他在对你做什么？楚仙离忽然看到幻境中的楚俊轩正在脱叶云兰的衣衫，顿时脸色苍白的愤怒道：这个畜生不愧是个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连幻境中的你也不放过，狗东西，找死！此时楚俊轩正兴奋着呢，将幻境中的叶云兰压着，想行为不轨，哪知某处突然一痛，鲜血如喷泉一样的喷洒而出。